陈清源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与我结为道侣；2，我选择2。哼，你小子别后悔。绝不后悔。那就与我达成9个约定，事后便放你自由，斩断与你的因果。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。胡说八道！你小师叔都死100多年了。真的？当真？魂灯重燃，小师弟真的还活着吗？师傅，怎么办啊？查。哼，总算是走出来了。啊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了。小子，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哎，董师兄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小师弟，你的修为没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啊，这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好。拜见诸位师兄师姐。小师弟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啊，这事说来话长了。陈清源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道出，一行人进入了天渊，碰到了各种禁制和未知的凶险，死的只剩下陈清源一个了。因为陈清源施展了秘术，所以才能假死脱身，耗费了100年时间走出来。虽死里逃生，可由于秘术反噬，一身修为尽毁，灵根也断了。唉，只剩下你一个人。小师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不得不查一查你身体的状况。明白，查吧。难道是我等多虑了？董师兄，我记得150年前你带着我偷了和师姐精心培育多年的百灵果。许师兄，你当初背着嫂子藏着的上万块灵石现在输光了吗？嘿嘿，王师兄，上次你和我说东夷宫的仙子们甚是美丽，比嫂子好看无数倍，这事儿嫂子知道吗？西门师兄，你欠了我3700块上品灵石，该还了吧？林师兄，你放在家里的宝盒打开没啊？里面有啥好东西啊？小师弟，别说了。我可以确定，这就是小师弟，没错了。是，千真万确，肯定是师弟无疑。臭小子，咱不是说好要保守秘密到永远的吗？你这是闹哪样啊？哎，这可怪不得我，硬是要我说出这些秘密，才能证明我是自己人吗？小师弟，继续说呀，怎么不说啦？那个啥，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你小子刚回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真是让人头疼啊！大师兄啊，你的灵根断了，师兄帮不到你。没事儿，当个凡人也挺好的。当年师兄应该强行阻止你的，也就不会酿成这帮祸事了。这又不是大师兄的错，您就别自责了。往后的日子你打算怎么过呀？哎，我自有安排，大师兄莫要操心了。好，师兄会想尽办法为你重塑根基的。有一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师兄直言便是。东夷宫和天域宗准备联姻，联姻的对象是白希雪。这是两方宗门的决定，还是希雪自己的意愿？据说天域宗的少宗主赠给了白希雪一枚灵丹，助其修为突破，以至金丹境。依我之见，这白希雪既然已经接受对方的好意，那肯定是没有拒绝的意思。什么时候正式联姻？1年后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师弟，你既然还活着，那么你和白希雪的婚约自然不算了结。也许东夷宫会派人过来一趟，他可能也会来。来了也好，看看他如何选择。师兄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好，那师兄就不打扰你了。师兄，姚长老见我有何事？当着众位道友的面，我就直说了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当年陈长老与爱徒希雪有过口头婚约，原本两家联姻乃天大的喜事，只是因陈长老100年前进入天渊，魂灯熄灭，世人皆以为陈长老遭遇不幸，为此希雪浑噩了数年，慢慢
才恢复如初。我等皆以为陈长老不幸遇难，想必贵宗也是这么认为的吧，因而当年的口头婚约也就算是断了，没有当面商议。2年前西雪与天域宗的少宗主相识，结了缘分，定了婚期。从情理而言，我东夷宫并无过错，西雪也没有故意违背约定，此次前来想将此事说明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陈长老能活着归来，东夷宫为贵宗感到高兴，备了一些薄礼，还请收下。小师弟，你觉得呢？姚长老既知薄礼，那就收回去吧。陈长老此话何意？当年的口头婚约确实不能太当一回事儿，不过想要了结这段因果，让白希雪亲自走一趟吧。只要她来了，我保证不会纠缠。当面说清楚，应该如此。过几日我便让希雪来看看陈长老。另外，姚长老真想送贺礼庆祝我归来，一条中品灵脉可远远不够。当年白希雪与我探寻秘境，赠她之物皆是珍宝，仅仅是上品灵脉便多达3条，中品灵脉更是不用说了。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便先走了。多谢贵宗的款待。小师弟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，当初得到的好东西居然不带回来。董师兄，身外之物别那么在意嘛。你小子，怎么不说话？对不起，我活着回来，是不是让你有些手足无措？没有，我很高兴陈大哥能平安归来。魂灯熄灭，性命断绝，你不可能一辈子等候着一个死人，我可以理解。今日与你一见，只是想确认一下，你是否被宗门逼迫？看这样子应该没有。如果你早点回来，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这与我回来晚了没有关系，而是实力问题。罢了，都过去了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那些年受的苦头白受，此事已了，该去忙自己的事儿了。公子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东西的？天渊。公子莫非是玄清宗的陈清源？正是。公子既然得到了木牌，那么老朽应当遵守诺言。请问何事吩咐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重塑根基？有，不难。那么我该如何称呼前辈呢？一个糟老头子罢了。接下来，老头子给陈清源安排了一个住处，先住上一段时间。他要出门一趟，去准备一些为陈清源重塑道基的东西。这是，好像是有无数座大山压在了胸口的位置，窒息感扑面而来。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，陈清源的额头都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。而正当陈清源决定动用天渊禁区的底牌时，一道清风吹到柴房内。公子，老朽回来了。刚才多亏前辈出手，不然我可就麻烦了。一把破剑哪能伤得到公子？这要是破剑，天地间可就没什么宝剑了。前辈此行可有收获？公子放心，一切妥当。老朽最近听说了一件事情，东夷宫与天域宗即将联姻，此事公子知否？需要老朽做些什么吗？因果已断，前辈不必费心。那就好。公子重塑根基可能会有些痛苦。陈清源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身体被禁锢了，无法动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陈清源甚至觉得灵魂出体被无数把小刀切割着，痛苦之极，痛苦的程度还在加剧，渐渐的让陈清源有些坚守不住本心了。足足过了1个时辰，时机到了，他能承受得住吗？
我的身体，金色的稻谷，这未免太珍贵了，晚辈受之有愧。奉禁区尊者之令，将稻谷赠予公子。公子好好休息，老朽先出去了。前辈，如此好的宝剑，为何要糟蹋了？剑一断，再好又有什么用？我的根基断了，前辈能以大神通修复，宝剑断裂，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试过很多次，都失败了。这把剑叫什么名字？归阳。归阳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您是长庚剑仙？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这么称呼老朽了。真的是您，难以置信。长庚剑仙本名李牧阳，出自北荒的顶尖剑客，一剑劈了象征着天地意志的紫云山，触怒了天道，降下了神法。都是虚名罢了，早已随云烟而消散。剑仙前辈乃是绝顶人物，怎会待在这里？魔剑，公子，你认为剑修者什么最重要？按照常理而言，身为剑修，有一柄契合自身的宝剑很是重要，以及上乘的剑道功法。不过，我认为不管是走哪一条道路，最重要的还是道心。修道先修心。当年老朽若有公子这般聪慧，断然不会落得这般结局。修道先修心的这个道理，老朽到了晚年之际才真正明悟啊！敢问前辈，这宝剑的另外一节去了何处啊？留在了紫云山。半年就奠基了根基，修至黄灵境，不可思议。终于有了黄灵境的修为了。陈清源达成了第一个目标，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取出了一个深色手镯。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陈清源，这是送给你心上人的成亲贺礼，必须到场。怎么感觉他有点腹黑呢？本来陈清源已经斩断了和白希雪的因果，一切归为过去，可谁料红衣女子来了这么一手，陈清源这回是不想去他也得去了。前辈，我该走了。日后若有难事，可来此地寻我。好。玄清宗，众人正在商议宗门之内的正常事宜，谈到了关于天域宗和东夷宫联姻之事，打算派遣一名长老走个过场。小师叔回来了。为了不引起麻烦，陈清源隐蔽自身的修为，只要他身上带着玉镯，就可以触发玉镯内的禁制，遮掩身体的灵气波动。剑仙多次嘱咐，关于稻谷之事万不可告诉他人，不然会扯上极为恐怖的因果，祸害到身边的人。小师弟，这大半年你去何处了？出去散了散心。小师弟，东夷宫那娘们悔婚了，那是她的损失，你莫要过于在意，咱们肯定会想到一个良策，让你的灵根重塑，到时候重现昔日的风采。多谢许师兄关心。大师兄，我想去参加两宗联姻的典礼。为什么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没什么可逃避的。那你就跟着严师弟一同前去吧。多谢师兄。小师弟，最近宗主为了你的事情忙前忙后，寻了很多有名的医师，可是只要将你的身体情况说了出去，没有哪位医师愿意出手，都觉得毫无希望。唉，当年你风采无双，名传北荒各地，现在却落得这般结果。早知如此，当年我等就算将你绑住，也不能让你前往天渊。严师兄不必忧心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吧。小师弟，咱们暂时就待在这里吧，等到日子到了，进去走个过场。严师兄，咱们已经进入了天域宗的领地，你身为玄清宗的代表，要是一直不出面的话，
多少有些不合规矩。你去和各方势力的道友打一个招呼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那好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船舱内，莫要外出。陈清远，你居然来参加两宗的联姻，你不怕丢人吗？原来是夏小虫，好久不见呢。你，陈清远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让人讨喜啊！100多年前，夏南虫和陈清源产生了纠纷，双方大打出手。而那次战斗过后，陈清源给夏南虫取了一个小名，叫小虫。夏南虫败开了陈清源，无力反驳，也就只能认了。你难道不知道两家联姻的对象是谁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来，心性真好啊！你当年风采盖世，天域宗的少宗主秦玉堂可没少受你的气啊。现在秦玉堂要和白希雪成婚，你这不是自找羞辱吗？夏小虫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老子会关心你？做梦去吧！哎，劝你一句啊，你现在已经成了废人，待在玄清宗才是最安全的。我最多嘲笑你几句，其他人可就不一定了。谢谢提醒。经过此次见面，夏南虫确定陈清源是真的废了。虽然是有些开心，但是他还是带着一丝遗憾。唉，如此天骄，可惜了。陈清源，天渊之内有何物？你可曾在天渊得到了什么东西？与你何干呢？当年多少化神境与合体境的大能死在了天渊禁区，你一个元阴境的修士，凭什么能活着出来？如果放在100年前，你一定会被我一巴掌扇在墙上。哼，你现在也只能提提以前的光辉事迹了。其实有不少人都想弄清楚这陈清源究竟是怎么活着出来的，或者从陈清源口中探听出关于禁区的一些隐秘，说不定以后能用上。因为玄清宗的缘故，各方修士才没对陈清源使出过分的手段。咦，陈长老怎会在此？贺喜，为此我还特地准备了礼物呢。陈清源，要是你敢扰乱两家联姻，莫怪我东夷宫不念旧情。哦，玄清宗与东夷宫之间有旧情吗？你真是可怜。你应该很清楚一点，修行者寿长万载，而凡人不过100年光阴。如今你已是废人，纵然玄清宗为你续命，也活不了多久。你现在回去，对你个人和玄清宗都有好处。我的去留，好像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吧？此次乃是我东夷宫与天域宗的联姻，自然有一些决定权。玄清宗收到了天域宗的请柬，不远万里前来庆贺，你要赶我走？认真的吗？我只是想请陈长老离开罢了，对玄清宗并无此意。放肆！玄清宗的胡宗长老竟然来了，这可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啊！两宗联姻，不至于让渡劫期的大能本尊亲临吧？看样子，应该不是为了联姻而来，不然早就露面了，何必躲藏起来呀？董问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过玄清宗了，这次偷偷摸摸的出来，就是担心陈清源受了欺负，一直躲在船舱的甲板内。哎呦，董师兄，您怎么跟过来了？师兄，这不是怕你受到欺负吗？本座的小师弟谁也不能欺负。如果两宗联姻不欢迎玄清宗的话，那么玄清宗现在便可离开。董长老息怒，晚辈绝无此意。他要是早知道董问君待在船舱里，打死他也不敢说出刚才那番话呀。触犯了董问君的威严，东夷宫的现任宗主都得上门道歉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晚辈以前看在小师弟的面子，多与你聊了几句，给你几分颜面。真要论起辈分和实力，你连见本尊的资格都没有。今日还敢欺压我家小师弟，真是蹬鼻子上脸。晚辈知错。哼，再有下次，我就替东夷宫好好教育一下你。
多谢前辈原谅。滚吧！陈清源，他真的敢进来啊？听说陈清源当年与东夷宫的白希雪有过口头婚约，今日过来是打算砸场子的吗？天域宗和东夷宫可不是寻常势力，陈清源要是敢闹事的话，没什么好果子吃。估计有好戏看了呀。玄清宗的道友，请进。严师兄，先等等。怎么了？我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。陈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联姻之日送白伞，这不是砸场子吗？唉，陈清源当年何其风采，如今却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护那一丝所谓的尊严，真是可怜啊！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热闹可以看呢，白让我期待这么久啊！东西收下，莫要节外生枝。陈长老的这份礼物，天域宗收下了，请进。小师弟，你这也太莽撞了啊！让严师兄担忧了。你的心里有气，师兄能够理解。师兄不是怪你，而是让你与师兄商量一下，真要打起来了，总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天域宗不至于因为这种事情而开战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吉时已到，有请2位新人入场。素闻秦公子乃是年轻俊杰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呐。今日若两宗联婚，东夷宫必将后悔。杜宗主不必理会，肯定是某些宵小之辈故意捣乱，本座这就派人去处理了，封锁各方结界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来。秦宗主，此举何意？防止某些小人捣乱，等到2宗联姻结束以后，结界自会打开，诸位道友不必担忧，继续吧。天域宗地底镇压着魔窟，东夷宫一旦与之联姻，必有大难。秦宗主，这事儿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胡编乱造。是吗？若是虚假，秦宗主可敢以道心起誓？我叫王平，500年前曾是天域宗的核心弟子，因误闯禁地发现了魔窟，让宗门高层动了杀心。不过我的运气较好，死里逃生。天域宗为了逼我出来，将我的亲人全部折磨致死，心狠手辣。我躲了500年，终于在今天寻找了一个机会，一定要将这一切说出来。1000年前的天域宗不过是伏流星域的三流势力，却在短短数百年内崛起，究其缘由便是地底的魔窟。天域宗一直从魔窟内获取资源，任由魔窟变大，不将此事爆出。到了现在，魔窟之势已经压制不住了，天域宗想要拉人当垫背。不会吧，我好像记得以前有王平这个人，后来莫名失踪了。说起来的话，天域宗的崛起确实有些诡异，短短数百年就变成了伏流星域的庞然大物，有些奇怪啊。若是真如此人所言，天域宗的地底有一处魔窟，一旦魔窟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事情可就麻烦了。如果贵宗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2宗联姻之事怕是很难进行下去。杜宗主，典礼结束以后，容本座慢慢与你解释。有什么话现在就可以说，何必等到以后？秦宗主，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魔窟之事非同小可，若真有此事，天域宗瞒而不言，怕是要成为伏流星域所有宗门的敌人。还请秦宗主坦诚相告，莫要隐瞒。难怪天域宗如此着急与东夷宫结盟，意有所图啊！东夷宫差点就上当了。倘若真的结盟了，东夷宫必会沾染魔窟的因果，别想置身事外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请诸位道友一步详谈。这么大的魔窟，通往何处？是否与魔界相连？若是魔窟出了变故，天域宗
将会祸害整个浮流星域。该死啊！秦宗主，为什么魔窟出现的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等？如今魔窟之事已然成型，若是爆发，后患无穷。诸位道友，此事的确是天域宗有错，甘愿受罚。不过，还请诸位回去以后与贵宗商议，一同处理魔窟的问题。诸位应该很清楚，如果魔窟爆发，将会波及浮流星域的每一处，甚至是其他星域，谁都没法置身事外。秦宗主，这是你天域宗惹出来的祸事，为什么要我等来负责呀？天域宗愿意取出一半的宝库底蕴，赠与各宗，待到此事了结，天域宗愿意承担天下应结的问责。杜宗主，如果东夷宫愿意与我天域宗继续结为盟友，另外一半的底蕴愿双手奉上。东夷宫没有这个福分与天域宗结盟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让我们替天域宗擦屁股，哼，真是气人！事关重大，得赶紧回去商量出一个对策。嗨，走吧。礼物虽然被退回来了，但这不是我的原因。第一个约定应该算是完成了吧？陈清源，你这份礼物送的真是巧啊！据我所知，你不是这么没气度的人。没别的意思，杜宗主莫要多想。你能从天渊活着出来，运气很不错。能说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杜宗主这么好奇的话，不如自己进去看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本座肯定会去一趟的。严师兄，咱们走吧。这小子肯定藏着秘密。宗主，东夷宫与天域宗之间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怎么，姚长老想当说客？绝无此意，请宗主息怒。他娘的，好处都被天域宗占了，现在搞出大麻烦了，却让我等来负责，什么狗屁道理！难怪天域宗想要尽快的与东夷宫联姻结盟，这是想临死前拉个垫背的呀！我就说天域宗怎么可能在数百年的时间崛起？原来是从魔窟内得到了大机缘，现在魔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天域宗想让我们来承担后果，真是不干人事啊！小师弟，你怎么看？事不关己，咱们没必要吵闹。该急的应该是天域宗，而非我玄清宗。退一万步来说，魔窟真要爆发了，先将天域宗给毁了，到时候咱们联合同道修士去处理也来得及。我认同小师弟的看法，真要让咱们出手，也得等天域宗被灭了以后再说。若是这样，很可能错过解决魔窟的最佳时机，一旦超出了控制，不知会有多少无辜会惨死。依我看，静观其变。董师弟，你擅自离开宗门，可知错？知错。我知道你是担心小师弟的安全，但是你身为护宗长老，责任重大，不可轻易离开宗门。如果我因为某些事暂时离宗，你若也不在，一旦有宵小之辈入侵宗门，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师弟甘愿受罚，罚你面壁3月，半年内不准饮酒。啊，大师兄，面壁可以，戒酒能不能免了？不能。小师弟，你回来之后还没有给师伯上香呢，今日去一趟吧。师父，弟子来给您上香了。师伯，师伯，小师弟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打听重塑灵根的消息，有了一些收获了。大师兄，其实你没必要这么费心的，一切自有因果定数。据说正在位于运海星域的某个地方，此人是北荒最有名的医师，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，甚至传言他有活死人肉白骨的本事。以前听说过鬼医的名号，神出鬼没，真容未知。鬼医的行踪十分难觅，明日一早咱们就出发前往运海星域吧。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可能100年之内都很难寻到鬼医了。第一个约定勉强完成，现在你要去做第2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前往北苍星域，有一份礼物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等你到了自会知道。宗主，这是浮流星域18宗的共邀请柬，请您亲临商议魔窟之事。本座没空，让大长老前往吧。宗主，此次事件极为严重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恐怕不妥呀。哼，天域宗搞出的祸事，凭什么要本座去商量解决办法？
魔窟之事闹大了，咱们玄清宗肯定也会倒霉。宗主，您必须得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从天域宗那里争取到不少的资源。师兄，你去忙吧，换一个人陪我过去吧。唉，让平言陪你走一趟吧。爹，小师叔，你陪小师叔走一趟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定要护住你小师叔的安全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去吧。戚晨星，我在这儿好像有一位熟人，也许能够帮得到一些忙。平言，你前往附近的乾蓝圣地一趟，将这封书信交给一个名为寒山的人。这封书信很重要吗？小师叔，那你呢？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我可不放心啊。只要找到了那位熟人，在这里办事会方便很多，找到诡异的机会也能大一点。那行，我速去速回。得想个法子将小妍子骗回去，这样我才能去办正事。让寒山那个小子做个局，肯定可以忽悠到小妍子。陈兄，真的是你啊！老韩，当年我救了你一命，你该还人情了。还？当然还了。老韩，你可是七辰星的地头蛇，鬼医肯定能找到的吧？关于鬼医的痕迹，我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那人隐藏在普须城，曾有众多的大能前来寻访，可惜一无所获。你们暂时住在城内，给我一段时间去打探一下消息，一旦有蛛丝马迹，必会告知。劳烦道友了。经过多方打探，我排除掉了大部分的原住民，筛选出了近10年来到普须城的可疑人员。目前我有10几个人选，咱们只能一个一个去尝试了。几位大人，小老儿只是一个平民百姓，交不起灵石，还请大人莫要赶小老儿出城。打扰了。老韩，你这打探消息的本事不错啊，倒阴阳怪气的，后面还有呢。韩兄，你这真的能行吗？总得要逐一的筛选，莫要着急，后面还有几个呢。屋内可有人？我等没有恶意。老韩，韩兄，你没事吧？做戏做全套，为了骗过小妍子，甘愿自身受伤。老韩，你可以啊。没事，这里可能住着某位大能，小心行事，莫要得罪了。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诡医？不到1月就布置出了这玄妙的地界，非常不错。晚辈寒山乃乾蓝圣地的核心弟子，刚才无意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来此作甚？一位好友身受重伤，想请求名医治疗，晚辈斗胆，敢问前辈可是鬼医？估计这位可能是隐居于此的高人，并非是鬼医。咱们要不先走，还有几个可疑的人选。以退为进，故作神秘，这招不错呀。素闻诡异的脾性十分古怪，此地布着如此玄妙的结界，没有确认其身份，不能这么离开。真不走吗？不能轻易放弃，等等吧。行吧。此人留下，其他人走吧。小师叔，莫要再次喧哗，再敢如此，休怪本座无情。当真是诡医吗？陈兄，我设的局不是这里，下一站才是。本座的消息，切莫外传，知否？晚辈知道了，请前辈救着我家小师叔，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。滚吧！韩兄，这次你肯定费了不少的心思，帮了大忙。日后若临浮流星域，有需要玄清宗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没事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要将此事告知宗门长辈，便不多言了。以后要是有机会，定与韩兄把酒言欢。陈兄，你可别乱说话，得罪了人，自求多福吧。老韩这家伙故弄玄虚，想要干什么呀？姑娘与寒山有何关联？寒山不认识。姑娘，这儿没有其他人，咱们就不用遮掩了。你找一个机会把我放出去，有劳了。你来寻我，如今又要离开，是何道理？
这鬼医晚辈陈清源乃玄清宗之人，见过鬼医前辈。看你的样子，貌似不是来寻本座的。这个晚辈受伤严重，宗门长辈千方百计寻到了鬼医前辈的踪迹，想让晚辈过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遇上前辈了，所以有些手足无措。那让我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身体，看看能否为你治疗。晚辈自知身体已废，不想让前辈白费心思，而且晚辈身无长物，恐怕付不起治疗的费用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治病只讲究一个缘分，既然选择了你，那么不会收你一分一毫。脉象平稳，不似受伤之躯，可是若非受伤，此人的身体怎会如凡人一般毫无灵气波动？真是奇怪。你是不是还隐瞒着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你暂且先住在这里，容我慢慢为你治疗。不妥吧？也许这就是我的命数，不能让前辈费神，不如就让我离开吧。你就住在那边吧。老韩，等我以后找到机会了，定要让你好看。兄弟一场，当年我还救过你的命，你居然这般害我，可惜了，都不是我的。想要吗？想。倒是诚实。看在晚辈这么诚实的份上，要不赠送晚辈几株灵药？哼，做梦呢？对啊，做梦也想要。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，若是老实，赠你几株灵药也无妨。前辈想知道什么？100年前你曾去过天渊，经历了什么？里面有很多恐怖的法则。那一次浮流星域的各大圣地派遣了强者入内，大多死在了天渊法则之下，尸骨无存。我侥幸逃过了一劫，修为尽失，沦为了凡人。若你侥幸，为何过了100年才从天渊出来？天渊内的法则太多了，我一不小心触碰到了一个机关，被封印了100年。解开封印，修为也就彻底的废了。方知外界已过了上百年。小家伙，你要是敢欺骗我的话，可得想清楚后果。之后你又去了一趟明月城，所为何事？出去散散心。明月城距离玄清宗极为遥远，你跑那里去散心，认真的吗？前辈既然调查了我，那么应该知道前段时间天域宗和东夷宫决定联姻了。曾经我的红颜离我而去，心情低落，一路游玩散心，不知不觉就跑了这么远。以我的直觉来看，你小子嘴里没有半句真话。前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您要相信我呀。哼，说的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要摘取几株灵药吗？嘿嘿，前辈赐，不敢辞。前辈之前答应我的事情，若是晚辈不收的话，那就是对前辈的不尊重。你小子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啊。嘿嘿，还行。小滑头。前辈，您既然查不出我的身体状况，要不放我离开吧。南丫头，让他走吧。剑仙前辈。您怎么来了？他是我的一位小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莫要为难。他居然是您的朋友，您放心，我没对他做什么。剑仙前辈，你们认识啊？他叫公孙南。哎呀，早知道就好了，这些日子害得我提心吊胆的。小子，我没欺负你吧？别做出这副很难受的样子。公子，你若想离开，随时都可以，而且老朽会让南丫头为你作证，治好了你的伤势，无需担心修为暴露的事情。不过关于那件事情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要显于人前，恐有大祸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剑仙前辈。剑仙唤起为公子，如此礼敬一个年轻人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。陈清源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剑仙前辈，鬼医前辈，晚辈告辞了。李老，您为何对这小子……因果。听您刚刚的那番话，这小子的身体没问题吗？我为他重塑了道体，已然无恙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这小子的身体为何十分正常，原来是李老出手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求治疗容颜的办法，可惜数千年来没有进展。如果你还没放弃的话，可以尝试着多与陈公子接触一下，兴许可以寻到机会。还有机会吗？走了。陈清源，你竟然可以让李老高看，到底有何本事呢？你的身体真的好了？有了鬼医做掩护，陈清源不用担心被盯上，可以说自身恢复了修为，因此
陈清源用玉镯的法则将体内的道骨隐藏了起来，仅展现出了普通的灵根和黄灵境初期的修为。基础的修为境界分为后天境、先天境、黄灵境、玄灵境、地灵境、天灵境、金丹境、元婴境、化神境、合体境、渡劫境、大成境。怎么修为如此弱呀？哎，这就是命啊！能够保留这点修为已经是万幸。唉，可惜了呀。不过，能让灵根修复也算不错了。诡异出手，果然不同凡响，不愧是传说中的人物啊！这得多亏了老韩你帮忙啊！陈兄，你这不能怪我呀，谁知道我随便找的人居然会是诡异？要是早知道的话，我还不如将诡异的消息卖出去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再说了，此次若非我误打误撞寻到了诡异，你的身体恐怕还不能恢复呢。这说到底，你不能怪我，还得感谢我才是。你小子还敢邀功，真是不要脸！你可别这么说，真要说我不要脸的话，那也是跟你学的。想当年我是一个多么正直善良的好孩子，可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，一言难尽啊！滚蛋！老韩，你跟着我没有吃过亏吧？那倒是，就是容易遭人白眼。这些年我在圣地的名声都不太好，都说我死皮赖脸，很多师妹都避我远去。如果是我，绝对不会像你这么不受人待见。这话我信。你说你明明都已经废了，玄清宗的高层还如此护你，而且就连身为宗主之子的林平言也对你十分敬重。唉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陈兄，你是不是还有几招没有教我呀？这东西你学不来的。老韩，我给你介绍对象。100年前你也说过这句话，然后呢？我那不是去了天渊碰到了意外吗？这一次能活着回来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为你找到伴侣，心中难安，坚持到了最后，咱们可是兄弟啊，承诺的事情必须要完成。真的？你可别糊弄我。当然是真的啦，咱们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我骗谁都不能骗你呀。你连自己的红颜知己都差点跟着别人跑了，还来帮我寻对象，这太不靠谱了吧。想当年我纵横南北之时，多少圣女对我一见倾心啊，你跟在我身边难道没瞧见吗？流花殿的七仙子个个貌美如花，你见过没有？南海龙族的小公主，心不心动？北疆王族的郡主，东域圣地的圣女，据说她如颜绝世，颠倒众生，迷倒了无数的年轻俊杰。古族墨家的这些圣女公主你都认识？那肯定啊。嘿嘿嘿嘿嘿，陈哥啊，我的要求也不多，只要能够与其中一位天之娇女结成道侣，那就是我最大的福分了。陈兄，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你答应我的事情一定要办到。好说好说，不过我有些事情是要单独去处理的。这玄清宗的人若是来了，你得周旋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我平安就行了。至于怎么做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行。这根道骨究竟是什么来历啊？死玉，据说死玉乃是一处战场遗留下来的废墟，存世最少100万年，实际的年限已经没法追溯了。刚走出了狼窝，又要深入虎穴吗？太难了。道友，最近为何有这么多人前来死域？传言道家玄祖推算出了天机有变，源头来自死域，各方势力闻风而动，认为死域内可能诞生了什么惊天至宝。因为一个不确定的传言，各方修士甘愿以身犯险，这也太莽撞了吧。道家玄祖乃当世高人，推演之事从未有错，若能得到死域内的造化，再危险也得拼一拼。道友不是北苍星域的人吧？对。嗨，难怪道友会说出这样的话，道家玄祖神通广大，不可能算错。哎呀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上推吗？慕容姑娘，好久不见呢。没想到能在这里与陈公子相遇，真是巧啊。那说明咱们有缘分。就算是缘分，也是孽缘。
慕容姑娘，你说话有些带刺呀。听说你意外活了下来，已成废人，居然不好好在玄清宗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前些日子寻到了鬼医，不小心治好了伤，让姑娘失望了。鬼医？你知道鬼医在哪？而且还治好了你的伤？那是自然了，我这么讨人喜欢，即便是脾气怪异的鬼医，也不忍心看着我沦为废人。陈公子英俊不凡，这谁都不会讨厌。这娘们突然间说我英俊，肯定有着阴谋。虽说我确实很英俊吧，嘿嘿，这事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此话从慕容文熙的嘴里说出来，绝对不简单。慕容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？是，咱们做一笔交易，你将诡异的具体位置告诉我，算是慕容世家欠你一个人情，或者给你一笔丰厚的礼物。要不这样，我对死域蛮感兴趣的，慕容世家要不稍微照顾一下我，后面从死域出来了，一定将诡异的具体行踪告知。你来死域做什么？嘿嘿嘿，无可奉告。该死的男人，这一次你若敢骗我，休想活着离开北苍星域。我骗你做甚呢？如果不是诡异出手，我还是一个凡人，你觉得凡人能来到这儿吗？好，只要我慕容家还活着一个人，绝不会让你在死域出了事儿。爽快，我也说到做到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死域的结界快要松动了，准备一下就进去吧。长空镜，长空尊者销声匿迹1000多年，原来是长眠于死域了，可惜了呀。宝镜虽然碎了，但还是有很大的纪念价值，留着吧。前面好像是望伯宗和玉成圣地的人，貌似打起来了，像是为了一件道宝。绕路而行，莫要插手。要是还寻不到的话，咱们暂时只能出去，等到下一次红雾散尽方可再寻。再找找看吧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可能是传言中的死域风暴，赶紧走。早知道这玩意儿可以不惧死域的法则，我又何必与慕容家达成协议啊？死了没？啊，真是麻烦呢，总不能把它扔在这儿吧？便宜你了。瞧你那样，我会趁人之危吗？再说了，就你这模样，我还看不上。咱们还是想想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没看到慕容家的其他人吗？没有。你为何没有受到死域法则的影响？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吧。后退的地方已经被大量的红雾掩盖了，现在肯定是出不去。如果我们能在这里熬过数月，等到红雾再散之时，方有一线生机。你就在这儿等着吧，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。我不同意。咱们说好的一同进入死域，现在你要抛弃我了吗？喂，咱们之间又没什么，别搞得一副你被我始乱终弃的样子。100年前你欺骗了我，不仅侵占了全部机缘，而且还将我置于险地。难道你现在还要做出同样的事情吗？为了稳住你体内的伤，已经让我大出血了，现在还要让我带着你，这太不划算了。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为人，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慕容家族便献上大礼。空口白话，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。若你真能护我周全，咱们可以试着相处，未必不能成为道侣。打住！我早就说过了，对你没半点兴趣，别给自己身上贴金。那你看我做甚？你腰上的玉佩看起来不错呀，还有你手上的翡翠镯子，里面有我的私人物品，不方便。谁要你的私人物品了？你全部取出来，其余的东西都归我。这总可以了吧？这段时间我尽量护着你，当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你要了我全身的家当，还要我记得你的人情？
这是何道理啊？如果我刚才不救你的话，你现在估计已经死透了。这些资源肯定归我，可是我心善，用了极为珍贵的灵药在你的身上，这些资源加在一起都抵不上。接下来一段日子你还要跟着我，对我的人身安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难道你欠我一个人情不应该吗？行，就算本姑娘欠你一个大人情，事后必还。哎，真懂事儿。像慕容姑娘这般聪慧漂亮的女子，真是少见呢。哼，像你这么贪财的人，我也很少见。没办法，我从小穷怕了，哪能跟慕容姑娘相比呀？像你这么无耻的人，天底下没几个比得上。咱们就在这儿待上数月，等到红雾散了，便可离开。虽然我慕容家没有护你周全，反倒让你来护着我，但是我很想得到诡异的行踪，你开个价吧。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免费告诉你吧。运海星域，7辰星，能不能请得动诡异，那就是你慕容家的事儿了。而且，我也不保证诡异是否还在，看缘分吧。多谢，能得到这么详细的线索就很不错了。陈清源，你还能否站在大事的舞台中央，重现昔日的风采呢？棺材，柱子。真是给我的礼物。灵芝被毁，枪身居然还能保持着完好无损的样子，不可思议啊！可惜了呀，我是没这个能力修复你，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，那就得看缘分了。第3个约定是什么？等你恢复了金丹境再说吧。陈清源，听说你活着从天渊出来了，不与老熟人见上一面吗？挡路的是哪个王八蛋？哦，我以为谁呢？原来是幽莲圣地的候补圣子呀！陈清源，没胆子出来见我吗？我这人确实胆小，危险的事从来不干。今日你来此，莫非想趁我虚弱之时出手，找回当年的场子？你的胆子还小，当年你得罪了多少人，也没见你胆小怕事儿啊！而且你敢踏进天渊，非常人之举啊！别啰嗦这些了，你直接说挡我的去路作甚？想请你前往莲幽圣地坐一坐，必将好生招待。不去，去不去可由不得你。你要对我动手？认真的吗？你已没了当年的风采，别在我的面前摆谱了。陈清源，莲幽圣地不会要你的命，真的只是请你过去喝杯茶。出来吧。你这么嚣张，问过我的朋友吗？朋友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在北苍星域有朋友吗？即便是有，我也毫不在乎。老吴，该你出马了。这酒可是我耗尽了无数心血才酿制出来的，你喝了我的酒，难道不应该帮我一个忙吗？五香杂粮酿，很多酒楼都有的卖。酒水易得，真心难求。老吴，如果不是为了与你饮酒，从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现在肯定已经离开北苍星域了，根本碰不到李锦庆这家伙。此刻我有了麻烦，难道你不应该挺身而出吗？与我无关。罢了，早知你如此无情无义，我又何必与你把酒言欢呢？若是今日我死了，咱们之间的约战也就作废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若死后，你莫要挖掘坟墓，抱怨我没有履行承诺呀。与你相识，一言难尽。怎么没动静啊？陈清源，想好了没有？你若再不出来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吴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去向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不需要。滚吧。李某来此是为了请陈清源前往幽莲圣地做客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莫说是你，就连幽莲圣地的圣主也不敢这么威胁我。告辞。老吴，你可以呀，说句话就把这小子给吓走了。干啥？你这人太奸诈了，与你待的时间长了，容易上当。走了。真是潇洒啊，让人羡慕。诸位今日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林宗主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我等的来意。本座不知，还请直言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老夫便说了，若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听说贵宗的陈清源长老恢复了灵根，我等送上祝福。
除此之外，我等还想从陈长老的口中知道关于天渊的信息。哼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！我记得当年玄清宗已经给出过回答了。当年小师弟被封印在一处结界内，熬了100年才侥幸逃生。林宗主，你认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话吗？信不信由你们，反正本座言尽于此。不如将陈长老请出来，咱们弄清楚了这一切便离开，免得伤了各宗之间的情谊。本座劝你还是将自家之事先管好，莫要让魔窟爆发，不然的话，天域宗恐怕很难存于这世间了。魔窟之事自然会解决的，不劳林宗主费心。今日咱们只谈陈长老和天渊之事，其余的以后再说。对呀，还是让陈长老出来一见吧。当年我等宗门在天渊损失惨重，如今想要知晓天渊内的情况，合情合理。我家小师弟死里逃生，经过诡异的疗伤，才能重新踏上修行之道。不管诸位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林宗主莫要激动，我等没有对玄清宗无礼的意思，只是陈清源放开心石的让我等搜魂一探，不会伤到其根本。此事若了，立刻离开。放肆！董道友，如果陈清源真如此前说的那样被封印在一处玄界上100年，也就证明了玄清宗没有瞒骗，我等定会道歉。若是陈清源有所隐瞒，各宗有不少人死在了天渊，也有知情权。玄清宗给你们脸了是吧？玄清宗弟子听着，若是有人想欺压小师叔，尔等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你们不答应，很好，因为老子也不答应。林宗主，你要做什么？不是本座要做什么，而是你们想干什么。莫要以为尔等齐聚于此，便能让我玄清宗之人心生惧意。若是尔等不知进退，那就战吧。我等只是想探寻真相罢了。陈清源如果配合，搜魂并不会伤到其根基，何必闹得这么僵硬的地步？哼！若是本座的师父和师伯尚在人世，尔等若敢在我玄清宗这般放肆，早就一巴掌将尔等镇压了。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如果神老愿意让本座搜魂的话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开启护宗大战。怎么办？原本我等以为只要给玄清宗施压，玄清宗肯定会妥协。可是事情怎么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？玄清宗都是硬骨头，很难啃下来呀。老实说，成为玄清宗的弟子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在外不怕受到欺负。沈师姐，你年轻的时候被我师父和我师伯压了一辈子，现在本座也想试试。你师父再强有什么用？还是死在老朽的前面了。至少他活得精彩，胜你100倍。老朽倒是要看看你的拳头是否有嘴巴这么硬。哟呵，蛮热闹的嘛。不用这么紧张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林平言，老子让你守着你小师叔，为何抗命？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个屁用！大师兄，别骂小妍子，这是我的问题。相信我，你们千里迢迢跑到了我这玄清宗，是想知道我在天渊的经历吧？是。我之前说了，你们又不信。唉，这该怎么搞呢？若是陈长老愿意打开心石，让老朽搜魂一探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搜魂？嗨，好说。小师弟，现在咱们得谈谈精神损失费了。啥？陈清源，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还得给你钱？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毕竟诸位想对我进行搜魂，对我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影响。如果不能弥补一下我的精神损失，怎么也说不过去吧。陈清源，
做事不要太过分了。老婆婆啊，你们一大帮人跑到玄清宗以示压人，到底是谁过分呢？所谓的精神损失费，本座绝不答应。不答应？大师兄，真要打起来了，咱们扛得住吗？如果今日我玄清宗覆灭了，在场之人绝对没几人能活着离开。为兄保证，东夷宫的人一个都活不成。那就好，待会儿打起来了，不要理会我的死活。宗门若是灭了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师兄师姐们，等下先将东夷宫的老妖婆杀了，千万不要留情。就算她是渡劫期的大能，咱们一口一个唾沫，也能将她淹死。好，老娘早就看东夷宫不爽了。想要啃下我玄清宗这块骨头，必要让伏流星域的大半势力后悔。哎，要不是咱们师父师叔这一辈死完了，就算伏流星域的所有势力集结了起来，也根本动摇不了玄清宗的根基。小友莫要暴躁，老夫等人没说不给精神损失费呀。嘿，这个老妖婆不是说不给吗？小子，你千万不要落到本座的手里了，不然你想死都难。刘长老只是说了一句气话罢了，并非我等商议的结果。这么说来，诸位前辈其实愿意支付我的精神损失费喽？是，你想要多少？嘿，这就得看诸位前辈的诚意了。就这？你们都是伏流星域的大人物，怎么能这么小气呢？那你的意思呢？最起码再加10倍，不然免谈。钱都已经给了这么多了，再加一些也无妨。于是所有人又凑了一些，全部摆在陈清源面前。大师姐，借你的乾坤袋用用。都拿去吧。小师弟，用我的。还有我的。师弟啊，咱借给你的乾坤袋可是有利息的，后面可不能赖账。现在可以让老夫搜魂了吧？此前我确实说过了，搜魂之事可以谈谈，有的商量。陈小友信守承诺便好，不然后果将十分严重。难道真让小师弟被人搜魂？我等答应过师伯，要好好照顾小师弟，又怎能将小师弟推向火坑？经过我的考虑，我决定拒绝搜魂之事。陈清源，你这是在戏耍老朽等人吗？这可没有，从始至终我可没有承诺一定让你们搜魂，只是说有的商量而已。通过你们给的精神损失费，我觉得还是太少了，所以内心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，决定拒绝了诸位的无理请求。从未有人敢戏耍老朽，陈清源，你真以为我等不敢在这里动手吗？沈师姐往前踏出了一步，渡劫期的威压席卷玄清宗的每一个角落，其声震耳欲聋，如雷鸣惊世。小子，本座不会让你死的，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，后悔莫及。诡异姐姐，你终于来了呀！我跟这些人说了很多遍，我的伤势是诡异姐姐治疗好的，可是他们都不相信啊，还想要搜我的魂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陈清源，老娘和你很熟吗？她是诡异，诡异是一个女子。传言中的诡异不应该是个糟老头子吗？可能是陈清源这小子找来的冒牌货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小师弟太疏忽了，即使要震慑住各方圣地，也不能让一个娇弱的女子扮演诡异呀。想要让本座为你作证，那就闭上嘴巴，听到你的声音就烦。诸位前辈，我费了好大的心思才将诡异姐姐请来作证的，收了你们的精神损失费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咱们一次性说清楚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，不过我不一定会回答。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娃，老夫可不信她就是诡异，竟敢假冒诡异来糊弄我们，胆大包天！虽说本座看不出你的修为深浅，但你肯定使用了某种秘法或者宝物。陈清源这小子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居然敢欺骗我等！
不想想后果吗？后果，我倒是想听一听。现在你若说出与陈清源的勾结，我等也许可以原谅你的无知；若你执迷不悟，怕是很难活到明天的。很多年没人敢威胁我了。诡异姐姐，他们真的很愚蠢，说什么都不相信，给他们一点教训，让他明白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你小子想拿我当枪使吧？哪敢呐！如果不是看在那位的面子上，我连你一块收拾了。嘿嘿嘿嘿，如果诡异姐姐想教训我，我一定不会反抗的，任凭处置。若你认为这是威胁，那便是威胁吧。那你可以试试看。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个老妖婆终于上当了，自讨苦吃，倒霉可不关我的事儿。16银破阵，诡异的绝学。玄清宗首座林长生见过诡异尊者。尊者亲临，请恕我等眼拙，未能及时行礼相迎。无需多礼。威胁我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小人不知诡异前辈，无礼之处，请前辈宽恕。小子，你觉得该怎么处理他？我不知道，诡异姐姐决定就好了。好，是吗？那就宽恕他的无礼之罪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？刚才他对你那般无礼，你要是就这么原谅他了，传出去了多没面子呀！这小子的心也忒黑了，想借刀杀人。我不杀你，可也得让你吃吃苦头。多谢尊者，手下留情。这小子与我有缘，费了我不少的心思为他重塑道体，尔等若是将他废了，岂不是在打我的脸？我等绝无此意。都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老家伙了，莫要欺负年轻人，给自己留点颜面。当然，如果这小子被同龄人踩在了脚底下，那是他活该，我绝不会过问。尊者此言当真吗？当真。若是陈清源栽在了同龄人的手里，无论生死，尊者不会过问吗？同辈争锋，技不如人，死了也活该。我可没这个心思为一个废人讨公道。尊者深明大义，我等远不及也。咱们走。诡异姐姐，咱们商量一个事儿呗，要不你在我这玄清宗当个供奉长老吧？供奉？玄清宗虽然在浮流星域有几分名气，但还请不动我。若是每年给我一条极品灵脉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相遇就是缘分，咱不要谈那些俗气的东西。哼，那你为何这么俗气呢？我是一个俗人，当然免不了俗气。可是诡异姐姐不同，你乃天仙下凡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咱们之间若是讨论灵石资源，那就是对诡异姐姐的亵渎。花言巧语，毫无意义。陈清源，你难道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吗？以我之见，你出来跟我们鞠个躬道个歉，我们也不是不能离开。想当年你意气风发，现在却龟缩于宗门内不敢露头，莫不是连面对我等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请恕我直言，即便你能重新修炼了，也已配不上北荒十杰的名号了。小师叔，外面有很多人找你，你快出去看看吧。都有谁？天域宗的少宗主秦玉堂，南明大觉寺的普行和尚，三圣山的，都是各大圣地的天骄，想与小师叔一较高下。事情比较复杂，咱们不好直接轰人，只能让小师叔出面解决。曾经的手下败将而已，行吧。小师弟能解决这个麻烦吗？虽说小师弟重新修炼，但也别小瞧了他。要是连昔日的手下败将都压不住，他就不要叫做陈清源了。小师弟的鬼点子多得很，不可能吃亏。咱们好好看热闹吧。你们骂了很多天，不累吗？你终于现身了，骂你怎么可能会累啊？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大老远跑到玄清宗来找我的麻烦，你们的脑子多半是有些毛病。我等来此，想要挑战一下昔日的北荒十杰，你敢应战吗？我为什么应战？同辈切磋，论道争锋。
谁出战？我去吧。秦少宗主的实力，我等自然不会怀疑。只是这陈清源这家伙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不可大意啊。我明白大家的顾虑，此次我定能将陈清源镇压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一战便拜托秦少宗主了。这一战是无规则的厮杀，生死无论，还是同等修为之下公平一战呢？修行界残酷无比，哪有什么公平可言？若你不敢向我求饶，兴许我会答应带着众位道友离开玄清宗。秦玉堂，当年你多次被我击败，还真是没长记性啊！你自己送上门来让我打脸，可怪不得我。推算一下时间，陈清源的伤势被鬼医前辈治好了，才过了5、6年，为何他已经重新修炼到了天灵境？小师弟什么时候修炼到这一步了？你们谁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小师弟的修炼速度比起当年还要快了不少，真是可怕呀！陈清源天赋本就不凡，此前已经有了基础，短时间内恢复到这一步也不难。昔日的耻辱，今朝必要洗刷。散。这小师叔和秦玉堂算得上是情敌呀，今日一战肯定有不少人关注着。咱们小师叔啊，除了贪财一些，毒舌一些，简直就是完美，好吧？东夷宫的白希雪简直是瞎了眼睛，居然敢瞧不上小师叔。此次若是小师叔获胜，定能扬眉吐气，让东夷宫后悔去吧。听说天宇宗和东夷宫联姻的时候，小师叔送了一把白伞。你们说，小师叔是不是还喜欢着白希雪呢？不可能，小师叔又不是舔狗，犯不着为了一个薄情寡义的女人而耽误了自己。小师叔，将秦玉堂暴打一顿，千万不要留情啊！是啊，小师叔，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厉害。陈清源，你死定了！聒噪！你拿着别人的佩剑与我一战，根本发挥不出这把剑的全部威力，自寻死路。怎么会？太弱了。难道他的修为不只是天灵境？以前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现在或许有些懂了。这是你逼我的。秦宗主这是要和他拼命啊！无暇金丹乃上乘根基，秦少宗主的实力果然可怕，我远不如也。哎呀，陈清源终究只是一个天灵境的修士，必不能扛住秦少宗主接下来的攻击。想要我的命吗？秦玉堂这小子要拼命了，摆明了是想杀了小师弟。以小师弟现在的修为，怕是很难抵挡。让他自行处理吧。若是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未来如何能走得更高？小师弟的剑道境界居然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，这……在我印象中，小师弟不是剑修啊。别看我也不知道。难道是？不该说的别说。当年小师弟年幼之际，便跟着我修炼了数月的剑道。小师弟天纵奇才，今日能有此成就，确实没让我失望啊。陈清源竟然还是一名顶尖的剑修，为何以前从未听过？秦少宗主居然输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认真起来的小师弟真是帅呀！你们还想来试试吗？陈清源，你好狠的手段呢！怎么？难道只允许你天狱宗可以杀人，他人不可反抗？你们还不走？还想让我请你们喝茶吗？玄清宗的茶水可不便宜，你们喝得起吗？走。小师叔，你刚才太酷了，净说大实话。以天灵境修为打废了金丹巅峰的秦玉堂，小师叔真是变态啊！哎呀，不愧是师伯临终前收下的唯一亲传弟子，天赋之高，我等加在一起都不如啊！只要咱们能护住小师弟成长起来，
未来的玄清宗必将名震天下，繁荣昌盛。这小子身上的秘密不少啊！陈清源居然如此可怕，不可思议啊！诡异就算把他给治好了，听说也得重新修炼。可是这才过了几年啊，为何他就能发挥出这么恐怖的实力，将天域宗的少主直接废了？当年陈清源被誉为北荒10杰之一，名不虚传呐。哎呀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北荒的星域何止千万，天骄妖孽多如牛毛。当年陈清源位列10杰之一，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多谢玄清宗的款待，应该的。这位就是陈清源长老吧？老夫代表慕容家族，多谢陈长老的帮助。不客气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慕容家备上了一份薄礼，还请陈长老莫要嫌弃。慕容家真是太客气了，既然这是慕容家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就厚颜无耻的收下。你小子呀！陈长老果然豪爽，不愧是少年英杰。喂，刚才你居然没跟我说一句话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臭男人，坐过去一些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现在的位置很不错，适合看风景。不都一样吗？听说你以天灵境的修为打废了金丹境巅峰的对手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狗男人，你会不会聊天啊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这可不是假的。知道不是假的，那你还问，是不是有病啊？陈清源，你信不信老娘处死你？有话好说嘛，别动肝火。哼，慕容姑娘，难道没别的事要说吗？有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了。别啊，刚才我错了，不该这么说话，行了吧？100年前你被评为北荒10杰，后面虽然传出了你死在天渊的消息，但并未取消你的10杰名号，不过也名存实亡了。前不久又有人宣传出了新一任的北荒10杰的消息，曾经的几位人杰都被剔除了，重新有了人选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而且关系还不小呢。你的名字赫然在列，起初我也不相信，后来经过多方验证，你确实位列新一任的北荒10杰的名单之上。哪个王八羔子排的名单啊？这不是害我吗？我劝你还是慎言，北荒10杰的名单自古以来就有，暗中布局的势力有着通天的本事。我这太难了吧？听说有不少的人想要来浮流星域寻你，然后与你一战，若能将你击败，便可踩着你这块垫脚石登上北荒10杰的名单。为什么要来挑战我呀？我的人生太过悲惨，就连最简单的安稳生活都遥不可及。陈清源，过段时间肯定有很多妖孽要来找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能自己退出北荒10杰的名单吗？啊，能吗？你知道名单是谁搞出来的吗？你连背后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自动退出？让你刚才怼我，这就是报应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溜，不能待在玄清宗了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怂啊？你可是能横跨一个大境界将敌人击败，才能不能要点脸面啊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都这个时候还要啥脸呢？等到一大帮妖孽将我围殴一顿，那样我就很有面子了吗？话虽如此，但你现在好歹也是新任的北荒10杰之一，要是不战而退，传出去可太丢人了。丢人不可怕，被人暴揍才可怕。有道理，还是得暂避锋芒，等你变强了以后再露面。赶紧收拾东西跑路，君子报仇，500年不晚。狗男人跑得可真快呀！小师叔，外面来了一个人，想要与你一见。那人自称来自莫须星域，叫做燕千灵。闭关，没空，不见。阁下请回吧，小师叔正在闭关，没时间接待外客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到他出关的那一天。这家伙可不是俗人，小师弟怕是麻烦大了。巢雀圣山的圣子，元婴境的修为。燕千灵则是北荒10杰之一，实力和天赋碾压了北荒无数天骄。由于近百年来冒出了几位很强的妖孽，10杰的名单稍微改变了一下，将燕千灵给挤了下来。就算是这样，燕千灵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我有一点搞不明白，咱们小师弟刚从天渊回来，前不久才重塑了道体和灵根，谱写名单的暗中势力应该对北荒的事情了如指掌，
不应该将小师弟的名字留在上面啊。我也搞不懂，心里正郁闷着呢。年轻人争强好胜，肯定不会对小师弟信服，想要将小师弟打成名单，借此名扬天下。宗主，为何不让小师弟提前离开呢？只要给小师弟足够长的时间进行修炼，肯定可以堵上世人的嘴。本座自有打算。虽说小师弟待在宗门内不会有危险，但一直避战不出的话，恐怕会落人笑柄，影响道心。而且咱们玄清宗也没安宁的日子过了。自古以来，凡是能登临10节榜单之人，皆是元婴境起步的修为。陈清源以前确实有这个资格，天赋异禀，实力超强，令人信服。可是现在的他配吗？太离谱了，这次名单是不是有黑幕啊？哎呦，前段时间陈清源好像以天灵境的修为击败了金丹巅峰的秦玉堂，横跨一个大境界而败敌，确实不凡呐。但这个理由不足以登临10节榜单吧？据说各大星域的顶级天骄对此事不满，准备上门邀战陈清源。老吴，这可是我玄清宗的真酿，你尝一尝。陈清源，你是不是想使坏啊？胡说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吴兄，咱们虽然是对手，但也是朋友，用不着这么针锋相对吧？等等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为朋友了？我们的关系还没到这一步吧？我的本意是与你保持距离，只将你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，让你认清咱们之间的关系还达不到朋友的地步。还有4年多便是咱们的约战之期了，如果此前我被某些家伙给打败了，后面你我同一境界一战，你不小心输了，或者是咱们打成平手，岂不是让他人踩着咱俩的脑袋名扬四海了？所以呢，你得出去将那些人摆平了，最起码这几年不能让他们蹦跶。那些家伙不可能与我同境界一战，那就是欺负人。他们堵在我家的门口，若是我压不住火气出门应战了，估计是打不赢。到时候你还有必要与我切磋吗？我不在乎这些，修为上的碾压是弱者的行为，对于我而言，只有同境界将你击败，方可真正算得上是胜利，稳固道心，向往高山。唉，因为这事儿我心力憔悴，届时咱们一战，我的状态肯定会下滑很多，你的胜算估计会增加不少啊。你我一战之前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。哎，就走了？答应你的事儿不会食言。真帅啊！从这一刻开始，同辈之人不可约战陈清源，不可堵在玄清宗的山门。若有不服者，可与我一战。怎么回事啊？吴俊言这是要力挺陈清源吗？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啊？在我印象之中，吴君言极少为他人出头。此子如若不夭者，未来必将是站在当世顶峰的人物。只剩下10天了。谁？道医学宫啊，原来是学宫使者，在下失敬。考核之人在何处啊？就在西侧百里的云霞殿。人我带走了。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你是谁？道医学宫的人。有何凭证？啰嗦。陈清源他人呢？这是玄清宗的障眼法，还是人为呢？前辈，我有一场很重要的对决，能不能打完再走？考核之期已至，不可迟到。不能通融一下吗？学宫的规矩不可破，若是迟到了半刻，你便失去了入学考试的资格。前辈，能让我与一位朋友讲2句话吗？一定不会耽误时间的，我保证。好，老吴，到这边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说起来十分复杂，以后再与你慢慢聊。此刻见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咱俩的战斗估计要延后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吴，对此我很抱歉，以后肯定会好好和你打一架的。你要是不痛快的话，以后可以多打几次，让你满意为止。陈清源，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为人，做出的承诺比生命更重要。我懂，所以我打算与你好好打一架的，谁知又出现了变故。唉，变故？这是你的借口吧？真的，我没必要骗你啊。如果我想溜的话，何必还传音于你呢？你这人诡计多端，谁知道是不是假意如此？
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前辈，能不能再给一些时间？没时间了，不能。你是谁？老吴，你能明白我的苦衷了吧？可以理解，但你还是违背了承诺。下次见面，我不会给你任何狡辩的借口。相遇之日，便是一战之时。这不能怪我啊！你可千万别记恨我。再见之时，必有一战。时间到了，考核正式开始。进入秘境，开始考核。此次考核能够检测每个人的心性、天赋、毅力、人品等等。秘境内有着诸多的考验，以积分来进行排名。积分最靠前的10个人，最后会成为道医学宫的学生。考核时间为5年。怎么了？小家伙，你不用进行考核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一川，这个人不用考核。为什么？他是地州青宗的人，这个理由够了吗？够了，难怪你要让我亲自去接这个小子。原来如此。小家伙，沿着这条路走进来吧。晚辈陈清源拜见前辈。进来坐吧。是，前辈，我为什么不用进行考核？是不打算让我成为道医学宫的学生，还是另有原因？从你捏碎那块信物木牌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道医学宫的学生了。前辈，您不是在与我开玩笑吧？你觉得呢？像前辈这样的大能，没理由与我一个晚辈开这种玩笑。只是我什么都没做就入学了，总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你确实没做啥，但有人替你做了。有人替我做了？请前辈解惑。免礼吧，先拜老夫为师，稍后再为你解惑。拜师？前辈，您应该很清楚我的来历，我已经有师傅了。老夫知道，200年前老夫与你师傅见过一面，聊到了你的事情。当时已经说明，若老夫与你有缘，可将你收为弟子，你师傅不会反对。当然，那是第一次与他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没骗我吧？老夫一大把年纪了，有必要骗你吗？哼，那可说不定。年纪越大越是人精，骗起人来根本找不到破绽。有道理。当初你师傅来了一趟道医学宫，拿走了一块信物，他日只要信物破碎，便是你前往道医学宫的时候。原来如此。这是你师傅当年留下的书信和玄清宗特殊的道印法则，拿去看看吧。里面刻画着玄清宗的核心秘术的道痕，那可是昔日清宗的不外传的大神通，即便是道医学宫也没办法造假。您若是不嫌弃晚辈资质愚钝，那么晚辈愿拜您为师。自今日起，你便是老夫的徒弟了。师傅，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呢。老夫叫做于晨然，道医学宫的副院长。您是学宫的副院长？低调低调。师傅，现在您能为弟子解答疑惑了吗？当年你师父，也就是上官荣，200年前来到了道医学宫。道友是谁？先打上一架再说吧。道友实力通天，为何以前从未有所耳闻？玄清宗你不知，那你可知地州的清宗？你是地州清宗的传人，道友来此应该有事情要办吧？想让道医学宫保护一个人。谁？我刚收的徒弟。道友的徒弟为何要我道医学宫来保护？能否细说？我要前往墨渊了。老夫保证，一定不会让玄清宗走向没落，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徒弟。以后那个孩子若是入了学，让他自行修炼，莫要干涉他修道之行。而且那孩子因果很可怕，
道一学宫存世的时间比起道友所在的青宗还要久远，不会惧怕什么因果。爱信不信。按照道一学宫的规矩，入学之人必须要跟着一位老师进行学习，道友的徒儿以后来了道一学宫也得如此。你要是不怕承担因果，那就收吧，我绝无意见。这份因果虽然可怕，但有一丝可能会变成天大的造化。好，那我倒是很期待与你徒儿一见。多谢二师父解惑。二师父是什么意思？弟子不是有2位师父吗？这样好区别一些。别扭，省了那个2字。师父，我大师父还活着吗？现在的你还没资格知道这些，等你走到了那一步，自然会知晓一切。为师现在就算告诉你了，你也体会不到。需要走到哪一步呢？最起码也得步入渡劫吧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师父指点迷津。以后千万别丢了师父的脸面，不然的话打断你的腿。弟子一定不会给师父丢人。滚吧。师父，我滚到哪里去啊？哎呀，为师给忘了。好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好的，您老慢慢品茶。根基已经十分稳固，是时候往前走出一步了。体内的那根无上道骨轻微颤动了几下，让陈庆元感觉到了血肉撕裂的疼痛。炼化宝药，汲取灵气，陈庆元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，散发出来的气息也逐渐有所改变。不久之后，陈庆元的背后出现了一轮明月，由透明逐渐变得实质化了。又数个时辰，明月开始缩小，形成了一粒拳头大的金丹。这还不是我的极限。陈清源继续稳固根基，推动着一条以前从未了解过的金丹大道。2颗金丹了，然而这还不是陈清源的极限。数日后，第3颗金丹塑造而成，上面有着光泽流动，一共3颗金丹并排悬浮于陈清源的背后上方。归。如果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我还会再废你一次。为什么一定要我塑造出完美无缺的金丹根基啊？等到以后，你自会明白。陈清源正在努力地抵挡着金丹法则的压力，不能让道心有丝毫的动摇。这是塑造金丹品质的最后关头，只要有一步走错，100年来在天渊所受的折磨可就白费了。无数的压力朝着陈清源盖压而来，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身上的很多部分出现血痕，皮开肉绽。熬过去了，一切皆好。陈清源咬牙坚持着，吸取着虚空中的精纯灵气，施展着金丹大道的根基法诀。这一门法诀是红衣姑娘传授给他的，当初花了陈清源足足1年的时间才学会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天渊内的100年生活，前面90年都在奋力修炼，后面修为被废，又花了10年时间去修身养性，让以前学到的东西成为身体的本能。体内的3颗金丹不停地颤抖着，发出道音。陈清源本身的天赋和心性越高，那么金丹的品质也就越佳。3颗金丹的品质正在冲破枷锁，从下品到了中品，又很快跃升成了上品。想要让全部的金丹一跃而至地品，陈清源还需要慢慢的煎熬着，不可有丝毫的松懈。守不住了吗？不行，我可不想再跟那个娘们相处了，太痛苦了。
陈清源的耳边好像有无数道让他放弃的声音。某一时刻，他忽然想起了红衣姑娘，脑子瞬间清醒了一些，再次扛了过来。我倒要看看强行熬下去，会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陈清源仍旧在煎熬，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剧痛，身体和灵魂没有得到过一刻的休息。体内的道骨正在慢慢改善陈清源的身体和3颗金丹，只要陈清源可以顶得住压力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老子宁愿死在塑造金丹的道路之上，也不想回去跟那个娘们待在一起了。1000品金丹还不够。如果你真那么靠谱，那就别让我死了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陈清源尝试着与体内金色道骨进行对话，打算奋力一搏。金色道骨上的法则道纹闪烁了几下，好像是在回应陈清源。补了。某个瞬间，陈清源感觉自己的灵魂被金丹之力推了出去，游离体外，极为虚弱。下一刻，金色道骨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将灵魂吸回体内，稳固住了根基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无迹可寻呐。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乱吧。院长已经消失了5000年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风雨欲来，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，咱们道医学宫可能没法躲在暗处了。不讲这些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金色的道骨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，包裹住了他的5脏6腑。陈清源已经感知不到身体的疼痛了，仅剩下模糊不清的意识在坚持着，他都过得极为漫长。这一刻，那颗心脏的跳动感强烈了许多，如同鼓声震响。陈清源的眼睛好像被彩虹洗礼了，绽放出了霞光。一股热流由心脏为起点，流淌到了全身各处。同时，3颗金丹在同一时间发生蜕变，在丹田内旋转着，品质晋升，跨越到了圣品层次。真的成功了。不是为师要窃取你的秘密，而是你闹出了太大的动静，抱歉了。此时陈清源正在修复着伤势，也在稳固着金丹根基，所以没用那特殊的玉镯进行遮掩。3丹同力，圣品无缺，这小子还是人吗？青宗的功德，这是落到你的身上了吗？前辈，我不服。他为何不需要参加考核？而且按照学宫的规矩，北荒时节与学宫无缘，不可入学。道医学宫办事，用得着向你解释吗？不用，我只是觉得此人没有参加考核，难以服众啊。又不是我不想参加考核，关我啥事啊？你想怎样？我想和他切磋一下，若他能胜我，甘愿认输。陈清源，你的看法呢？他不服气，关我屁事儿。阁下这是怕了。切，我为什么要跟你打呀？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证明你有资格成为道医学宫的人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对，你没参加考核却能入学，我等不服。陈清源，你被列为北荒10杰之一，还可进入道医学宫，这本就违背了规矩。不过只要你有这个能耐，我等肯定没有什么话说。我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反正我已经入学了。你要是不爽的话，可以去找道医学宫的高层表明情况。你居然连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成为道医学宫的弟子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吗？
打赢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跟你一战那是我给你的机会，可是我不想给你机会，你能奈我何？你2句话就想让我跟你打一架，脑子有问题吧？你身后还有那么多人，要是谁都看我不爽便要一战，我岂不是得累死呀？再说了，打赢了我，那就意味着可以踩着我进入道医学宫，你觉得这种机会是免费的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真蠢呢，还是装出来的呀？我再给你一次拜入学宫的机会，你总得付出什么代价吧？啊，我若输了，这个位置让给你，也能得到一些好处安慰自己。他这话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居然无法反驳。你想要多少？那就看你喽，这可是道医学宫的入学机会，不知道在你的心里有多高的价值。陈清源这小子怎么跟个老狐狸似的，没一点年轻人的热血骄盛之气啊！我喜欢这小家伙，不傻啊，难怪于副院长提前收了这小子为徒，起码不是一个吃亏的主。不过这小子能打赢吗？要是输了的话，不仅丢了我和于副院长的脸面，而且会对道医学宫的声誉也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想好了没有啊？我可没空等你。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都给你，他要一次与你一战的机会。陈清源接过这乾坤袋，一缕神念探入其中，略微吃惊，上千块极品灵石，10多万块上品灵石，这小子也太富有了吧！很有诚意。阁下若想要与我一战，为的是证明自己不差，从而进入道义学宫，对不对？对，既然是证明自己，那就肯定要表现优异，所以你我同境界一战，才能展现出孰强孰弱。依你所言，不愧是当代天骄，豪气。这家伙是真蠢呐，修为高也是你自己修炼的，为啥要同境界一战呢？嘿，得了，上当了。又不是朋友间的切磋，谈什么同境界一战？这种举动就是给对手机会，太过愚蠢。看来王家把他照顾得过头了，修炼了几百年，还是一副初出茅庐的样子，不懂得世间险恶。若是依靠着修为上的优势，王庆还可能扬眉吐气，现在可就不好说了。来吧。爱玄苍神翼。本来还想和你玩一会儿，谁知道你这么着急啊！破！我输了。还有哪位兄台想要试一试吗？若是不用同境界一战的话，在下倒是愿意试一试。那不行，你们是要证明自己不弱于他人，怎能占修为上的便宜呢？让你们用元婴境的修为欺负我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呀？这小家伙绝对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呢。小子，敢在我道医学宫的入学之日赚钱，无数年来你是头一位。前辈，我没打算赚钱，这是为了减少麻烦，让那些考核失败之人不再纠缠。现在没了麻烦，弟子愿将意外得来的灵石上交给前辈。学宫还没有那么小气，你自己收着吧。此子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真要上交，为何不直接给学宫呢？知行，你与阵法有缘，入镇极殿；莫言莹入炼丹房；田雨欣入傀儡殿。道医学宫一共有7脉，分别是主脉、剑堂、镇极殿、炼丹房、傀儡殿、树门以及福宫。这丫头天赋极高，可惜选错了师傅。你们觉得宋丫头可以挺多久？老夫坐庄开盘了。赵一川是道医学宫的首席讲师，其实力之强，仅次于2位副院长。曾经有不少妖孽之人想要成为赵一川的徒弟，可是扛不住赵一川的修行方式，全部都改投其他支脉了，或者直接退出了道医学宫。严厉这个词语最能诠释赵一川这个人。我觉得此事不对，
这次是赵长老主持考核，明知道陈清源此子没有参与考核，为何还视而不见呢？这不像是赵长老的风格呀。陈清源是于副院长钦点的徒弟，赵长老估计是给于副院长一些面子吧。狗屁！当年赵长老连院长都敢怼，虽说事后被院长镇压了100年，但脾气还是没有改。此次陈清源摆明了是走后门，违背了学宫的规矩，赵长老怎么可能会给于副院长面子呢？好像是啊。陈清源莫不是赵长老的私生子？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，但不能排除啊。嘿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老朽可以肯定，赵长老还是童子之身。赵长老活了上万年，居然还是童子身，不是吧？嘿，一群混蛋啊！别把祸水往老朽身上引呐！自今日起，你二人便是主脉之人，随我修行。前辈，我不是应该跟着家师修行吗？刚才你师父的传音，让我帮忙教导你。不是吧？真是便宜师傅呗？有这么坑徒弟的吗？前辈繁忙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不劳烦前辈了。本座只有宋宁烟这一个徒弟，教他的同时顺带看着你，不麻烦。小子，骂我的人确实不少，不过敢当面骂我混蛋的人，除了院长和2位副院长以外，你是头一个。虽然你是青宗的传承者，但我还是得好好教训一下你，顺便提升一下你的个人能力。师父，我恨你！终于到了，过来喝杯茶不？第一次请你喝茶，免费。真差劲儿。原本你不用受这么多苦的，精神境界没到那一步，却强行加快步伐，想死吗？弟子有错，请师父责罚。当你达到了我的要求，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徒弟。我知道你来到医学宫是为了什么，若你的心境如此不稳，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小子，你看起来很悠闲呢。没有。准备好了便自行登塔吧，后面的路程我不会再出现了，走到哪一步全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若是坚持不住，只需要捏碎这枚玉佩便可离开古塔。你先？想让我为你探路？我可不是那种人，只想让你先行而已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现在的女孩子不好骗喽。后天境的修为，陈清源的修为全部被压制住了。同样处于后天境，他感知不到体内金丹的存在了，仿佛有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斩断了金丹因果。按照古塔的规则，只要能和虚影战上500个回合，便算是通关。揍了我就想让我走，开什么玩笑？这小子都已经过关了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也许是想用这个方式磨练自身吧。这个可能性估计很小。我估计啊，他多半是不甘心挨揍，单纯的是想找回场子。停！我不打了。青宗的传承者果然天赋异禀，根基稳固。按照这种趋势，他可能登上第30层，不会弱于你呀。这才刚开始，后面的路十分艰难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要不要赌一次？哼，无聊，不赌。切，你小子还真他娘的没趣儿，除了修炼以外，就不能有点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有些时候，林问超觉得赵一川就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心里有毛病。上万年的童子身放在北荒，不说是独一位，可以差不多了。红尘之事都是修行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哎，你说你也没点兴趣，
这努力修炼是为了什么呢？变强。然后呢？追求更高的道，看到更远的地方。嘿，得嘞，老夫可没你这觉悟。魔气已经露出了大阵，最多2年就要控制不住了。我等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法解决。以本座来看，魔窟之乱已经止不住了。趁着现在还有一些时间，赶紧整理各自的资源，带着宗门搬迁到其他的星域。怎么办呢？若有哪位道友愿意进入魔窟一试，兴许可以解决眼下的难题。这祸事是你天域宗惹出来的，要进入魔窟也是你们进入，难不成还想让我等卖命吗？哎，诸位道友，请息怒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一开始天域宗若是说出魔窟之事，趁着魔窟尚未壮大之际，肯定很简单便能处理了。发展到了现在，魔窟已经没法解决了，天域宗不想办法弥补，反倒还让我等进去送死，简直可笑。莫要以为当年给了各宗一些好处，便可洗刷天域宗的罪过，那些好处只是赔偿，掩盖不了天域宗的愚蠢行为。请听本座说几句话，只需要将这颗镇界灵珠放在魔窟的最深处，便能加强法阵，拖延时间。届时本座便可前往北荒的核心区域，找来顶尖大能。我有一丝希望，谁敢去，无论成败，愿赠至宝，感激不尽。为什么秦宗主不肯进去呢？本座自知实力不足，难当此任。这些年，天域宗在魔窟捞了不少的好处啊！他娘的，天域宗占了天大的利益，如今玩砸了，却想让我等来解决问题，真是气人。上次天域宗便说将全部的资源分给了各门各派，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。诸位，可愿一试？金宗主的手笔虽然大，但一入魔窟，十死无生。再多的好处，咱们也无福消受。哼，送死的事情，老子可不会去干。我去。宗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，总得有人去做。您乃我玄清宗的顶梁柱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不行。我意已决。不可以。如果宗主真要这么做的，便让我去吧。我死了，对玄清宗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。可您要是出了事儿，玄清宗必将大乱。宗主，家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算我回不来了，也不必担心。那也不行，您是一宗之主，岂能冒生命危险？林宗主真要以身犯险？哼，如果秦宗主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跟着本座一起进去瞧瞧。本座自知能力较差，那倒没这个必要。待会儿直接回去，我要逗留于此，免得被人惦记。我若死后，董师弟可以暂任宗主之位，你便安心留在宗门，以后成为护宗长老吧。师兄，林宗主大义，我等自愧不如。愿林宗主凯旋。林宗主，我入魔窟不是为了你们，是浮流星域的芸芸众生。生活在这片疆域的生灵是无辜的，不能因为某些蠢货的行为而遭受苦痛。林长生这家伙真的不怕死啊！他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吧？若是林长生真能将镇界灵珠放在合适的位置，对咱们起到了极大的帮助。不管后面是解决魔窟，还是搬离浮流星域，都有了足够的时间。
失败。就是这儿了。死！冰寒千古，万物犹静，心怡气静，万物的孤神。要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林长生看到了无数先贤前往了同一个地方，那是梦中的恐怖地方。地州的魔渊传承记忆复苏了。青宗，我还不能死。妈，林长生居然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看他的样子，貌似受了些伤。要不要打开阵法的一个缺口，让林宗主赶紧出来？暂时不要解开阵法，可能林宗主被魔气侵蚀了，现在已经变成了魔物了。也许林宗主已经被魔念夺舍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。既然林宗主当初愿意以身犯险，肯定是做好了为苍生大义献身的准备。咱们不能贸然放出可能被夺舍的林宗主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有道理。值得吗？我有天照镜，可让妖魔显化原形。林宗主没有被魔化，赶快开阵救人。林宗主的天照镜确实是至宝，但很难看破那种实力极为恐怖的魔物吧？是啊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如果真能有魔物瞒过天照镜的探查，诸位觉得那样的魔头会被区区一个阵法困住吗？你们的心思本座很清楚，但你们莫要忘记了，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传到玄清宗，一旦因为我等的原因而害了林宗主，想清楚后果吧。以后还能进去吗？凡是我道医学宫的弟子，一共可以进入古塔3次。放心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3次过后便再也不能进去了吗？这是一次考验，也可以磨砺自身。那倒也不是绝对。如果你能登顶，得到古塔的认可，那就没有任何的限制了。这位前辈是？和你师父一样，道医学宫的副院长林问愁。副院长？见过林副院长。不必客气。刚才您说只要登顶以后便能随意进出古塔，难度很高吗？不是很高，是非常高。这上次的登顶之人呐，还是在2万年前呢。啥？2万年前？陈小子，老夫觉得你有那么一丝丝登顶的希望，加油！算了吧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年轻人不要太谦虚了，该骄傲就骄傲，该狂妄那就狂妄，不然怎么能叫年轻人呢？但是前提有一点，做事啊要心里有数，不可触犯底线。不要听林老头胡说八道，真要像他所说的那样，容易惹来麻烦。哥，他可是副院长啊，你这么数落他真的好吗？弟子知道了。休息几日吧，届时带你们去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林副院长，弟子先告退了。这小子的天赋极高，青宗在这个时代可能回到巅峰吗？还有地州的那口魔渊，究竟该如何解决呢？见过长老。不必行礼，原来是于副院长的高徒，来陈心殿有何事？弟子想打听一些消息。好说，陈师侄想知道什么？玄清宗最近的消息，以及浮流新域的魔窟之事。等下老夫找找。按照规矩，这份信息价值1000块上品灵石。不过陈师侄刚来到医学宫，第一次打探消息就免了办，桌上的乾坤袋收起来吧。这不妥吧？
若你不收起来，就是不给老夫面子。长老都这么说了，那弟子就收好，多谢。不用客气。陈清源的一缕神念钻进蓝色玉简，得知了浮流星域最近发生的事，看到林长生孤身进入魔窟，心脏蓦然一颤，眉宇间尽是担忧的神色。还好林长生活着走出魔窟，有惊无险。老黑，赶紧出来吧。躺好，给你换药。赵长老，这个是院长养的宠物。啥？宠物？咱院长的癖好貌似有些怪异啊。院长消失了很多年，老黑一直没能离开这片区域，真是为难他了。当年院长担心黑蟒到处惹乱子，便将其关在了这儿。某一天，院长突然离开了道医学宫，下落不明。黑蟒被封印在这处空间，身上刻下了特殊的烙印，没法离开。只有当黑蟒自身变得足够强了，才能破开身上的枷锁，离开这片区域。黑蟒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尝试着冲击这片空间法则，事后搞得一身伤。那确实是为难黑前辈了。用不着可怜老黑，还是可怜一下自己吧。老黑，这2个小娃娃是我道医学宫的新弟子，今天带过来是想让你调教一下，顺便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，有点乐趣。知道了。只要没死人，怎么折腾都行。好好磨砺一下他们，不要手下留情啊。好。赵长老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，我一个人能好好修行，用不着开小灶。老黑啊，这小家伙很调皮啊，你都照顾他一下。前辈，咱能不能商量一下，下手轻点。小子，你受的都是皮外伤，没2天就好了。2天以后本座再来揍你啊，做好准备吧。哎呀，师父肯定是在报复他。哥，你下手忒狠了，手下留情啊！你也揍揍那个丫头啊，别只为我一个人好啊。那就2个一起揍。黑哥，味道还行不？那边还有灵果，哥，你先凑合吃啊。你小子很上道，很不错。这是咋回事？老黑，你怎么还吃上了？嘴馋了。从1年前开始，陈清源本想给自己弄点好吃的东西，谁知把黑蟒给引出来了。从那以后，陈清源便开始了喂养之路，每日给黑蟒弄不同味道的食物。都有所收获，还是可以的。该走了。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黑哥，我得走了。这是我全身上下所有的好东西，都给你。老弟啊，前些天委屈你了，哥向你赔个不是啊，可千万莫要记恨呐。没关系，要不是黑哥的相助，我的实力不可能提升的这么快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记恨呢？啥也不说了，你以后要是遇到啥麻烦，打不过就暂时躲着，等老哥我出关以后，我带你找回场子。好。就这几年的时间，陈清源你小子就将老黑忽悠成兄弟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不行，不能让老黑被洗脑了，赶紧将陈清源带走。黑哥，等你出来之后，我带你吃遍天下美食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咱们可是兄弟。真好，早要是遇到你就好了。早遇上陈清源，你被他卖了还乐乐呵呵的替他数钱呢。老黑的心智也太不成熟了，必须好好教导一下了，不然太容易上当了。不错，看来这些年你收获不小。还行。师父，您喊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让你去办一件事情，前往东土。东土？师父，我去那儿做什么呀？天下5域，分为地州、北荒、西疆、南域、东土，每一域囊括了成千上万的星域，每一个星域则有数以万计的星辰。很久以前，梅氏欠了东土一位高宗的人情，
数日前，那位高僧捏碎了2界信符，传达了一个消息，需要为师的帮助。你既然是为师的徒弟，理应帮为师偿还这份人情，对不对？师傅，您老人家欠的人情，让弟子去还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你这是不想帮为师的忙吗？弟子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只怕自身能力不足，弄巧成拙了。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去了，便肯定能帮上忙。而且此事有你前去，事半功倍。我一个金丹期的修士，不至于吧？就这么说定了，不容反驳。清源最懂事啦，乖。您哄3岁娃娃呢？具体是什么事儿啊？能说说不？等你去了就知道啦。师傅，咱不能这么坑徒弟吧？什么叫坑徒弟？为师这是为了你好。你觉得弟子会信吗？为师的良苦用心，你以后自然会清楚。今天准备一下，明早就出发吧。这么快？事情紧急，时间宝贵，不可拖延。东土遥远，可能会碰到很多麻烦，您老人家不给一点防身的宝贝吗？出门历练要依靠自身的本事，若是多了防身的宝贝，起不到魔力的作用。您这也太抠门了吧！师傅，弟子走了。一路平安。师傅，我真走了，您会想弟子吗？你小子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孩子，此行前往东土，对你和青宗都有极大的帮助。表面上，于晨然没有给陈清源任何护身法宝，暗地里却留了一道本源法印在他的身上。一旦陈清源遇到了生命危险，本源法印必会激活，为其护道。于晨然没告诉陈清源，是想让陈清源尽可能的靠着自身的能力去解决麻烦，这样才能提高实力，得到魔力的效果。你若能得到东土那群老和尚的支持，未来就算身份暴露，生命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。虽然我有私心，但对佛庙也有好处。此次佛庙若能抓住机会，说不定能获得功德金光，培养出一位真正的肉身真佛。施主可是道一学宫之人？是。道一学公子会派遣一个金丹境的弟子过来。贫僧道尘，不知施主如何称呼？陈清源，家师于晨然。原来是道一学宫于副院长的高徒。学宫就让陈施主一个人来吗？对。陈施主，请随贫僧前往天虚宝寺。主持，他来了。见过诸位高僧。贵客临门，无需多礼。这位施主名为陈清源，乃是道一学宫于副院长的徒弟。原本众僧以为于琛然会亲自走一趟，再不济也得派遣一名精通学宫妙术的顶尖长老。陈清源的到来让他们感到很疑惑，以及一丝被敷衍了的感觉。于施主做事很有分寸，此举定有深意，诸僧不可妄念。是。陈施主，请一步，令师可有话让你转达。有一个东西。老和尚，这份因果就看你有没有胆子接住了。这是劫难，也是造化。罪过，罪过！唉，于老头，你这手阳谋可真毒啊！这老和尚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大师，您一直看着晚辈做什么呀？贫僧觉得陈施主与我佛有缘，多看了几眼。陈施主暂且留在客房休息2日。好。以前佛门害怕魔猿的那份恐怖因果，门内僧众绝不允许踏入地州，以免给佛门带来祸患。现在
陈清源来到了佛门，让老和尚没法躲避，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。佛门错了吗？佛门一直以普度众生为己任，确实是让东土的无数凡俗生灵过上了安宁的日子，值得敬佩。曾经面对地州的巨大麻烦，东土佛门自知能力不足，选择了偏安一隅。此刻于真然遇见那说了一句话，影响到了老和尚的道心。玄空大师，东土佛门救不了众生，可否救得了挽救众生的青宗传人？于老头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老衲肯定要好好的感谢你。罢了，缘已至，佛门不可避呀。除了青宗因果的这缘由外，佛门内部也不太平。此次老和尚捏碎了2戒传音符，想让于振然过来帮个忙，用道医学宫的镇宗秘术消除魔障，镇压一尊妖魔。佛门论因果，若可借用陈小施主身上的一缕青宗之威，必可将那魔头镇压。大师，陈施主，这是我天虚寺的镇寺宝鼎，蕴含着无上佛法。5万多年前，东土出现了一尊实力极强的魔头，曾炼化了一颗生命星辰为修炼之法，导致了亿万生灵陨落。天虚寺和众多佛门的强者出手，艰难地将魔头收服。后来佛门耗费了诸多的心血，也没能将魔头彻底抹杀，只好将其镇压于佛顶之下，希望可以借用佛法之力慢慢地将其除掉。但可惜那魔头的肉身虽毁，但魔念依然存于佛顶之内。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佛顶颤动的情况。道医学宫的某篇镇宗秘术对镇压神念有着不小的作用。本来佛门是想请令师出手，可谁知阴差阳错，让陈施主来了。大师，佛顶内的魔头真有那么恐怖吗？非常可怕，若让那魔念出顶，东土将会有无数的无辜生灵受害呀。晚辈刚成为道医学宫的弟子，尚未学习大师口中的神通秘术，怕是帮不上什么忙。不，陈施主能帮上大忙。我一个金丹期的修士，拿什么帮忙啊？大师，您是在与晚辈开玩笑吧？以晚辈的能力，不仅帮不上忙，而且还会添乱。你不用担心，待会儿按照贫僧的指示，一切都会平息的。阿弥陀佛。妖孽，贫僧已经知晓你的意图，不会让你祸害世间。吾若破顶，定要杀了你们这群秃驴！好可怕的家伙呀！陈小施主，贫僧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？我能帮什么？借施主眉心处的一滴血。我的血有什么用啊？一个金丹修士的眉心血，难道还可镇压大成魔头吗？住持这么做，定有深意。也许这个小施主没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但愿住持之举能将魔头镇压住吧。若是让魔头破开佛顶，念归大师，
必将涂炭生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去！小施主，接下来贫僧说什么，你便说什么。拜托了。好。台清之台，灵法归心，驱邪镇魔，护身平世，3灾无极，6道戒法。没。这是什么？好浓郁的正气啊！是他吗？还不够。无上无尽，星台之象。这是他。他曾与佛门先祖论道，折服了100位禅师。古籍曾言，他曾立于9天之上，单手镇压古宗圣主，翻掌击败大教老祖，一生难觅对手。阿弥陀佛。主持，佛门难安，唉，普度众生，济世救人。佛门以前错了，但现在由贫僧掌道，不可错上加错。老衲有罪，心念不达，请住持责罚。罚你入世10年，不可使用佛法，以凡人俗僧之身，体悟人生百态。是。今日之事，若无许可，不可外传，不可议论。违者废除修为，逐出佛门。遵法旨。孩子，你该醒了。大师，魔头已经被镇压了吗？默念一回，不留祸患。此次能解决这件事情，多亏了陈小施主的相助啊。我啥也没干呀。你来了，便够了。大师，我刚才好像去了一个很难描述的意识空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待到以后，小施主就会知道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好吧，大师，鼎内的魔头是怎么被镇杀的？小施主与我佛有缘，慧根极高，借用小施主的眉心血，足可将妖魔镇压。哦，这样啊。与佛有缘，难不成佛门想要收我为弟子，譬如什么佛子之类的身份，所以这些老家伙的态度才突然转变了？这个可能性很高啊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才不想当和尚呢。小施主，你现在身体较为虚弱，慢些走。小施主，走这么快做什么？大师，您老是跟我说，是不是想让我当和尚？如果小施主有这个想法的话，当然可以。我可没这个想法，当和尚多累啊！每天起那么早，诵经念佛，想想就头疼。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戒律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吃肉，还不能近女色。唉，那真是可惜了。即便陈清源想入佛门，老和尚也没那胆子收啊。故意说出这种话，就是为了逗一逗他，顺便与陈清源聊聊天，拉近关系，缓解气氛。大师，此事已了，我能走了吗？不急，多留几日吧。小施主此次消耗了不少的精神力，需要好好的休息。佛门不会强迫我成为和尚吧？那倒不会。
小施主请放心吧。哦，那就好。贫僧老了，不太懂年轻人的心思，所以接下来便由道臣招待小施主吧。好好陪着陈小施主，不可怠慢。是。陈施主，请。陈施主，此物是住持天虚寺相赠，里面有一株灵药，可以弥补精神亏损，还有一粒佛珠，请务必收好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段时间多谢贵寺的招待。陈小施主，路途遥远，注意安全。大师不必挂念，晚辈走了。小施主，那颗佛珠定要随身携带，关键时候或许可以保命。晚辈明白了，多谢大师。臭小子，事情顺利吗？比较顺利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东西想让师傅帮忙长长眼。刚上钩的鱼跑了，这是天虚寺给你的东西，是给还是借？给的。师傅，这颗佛珠很珍贵吗？还好吧。既然是天虚寺给你的，那就收好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显露出来。是，师傅，您还没说这佛珠是什么东西呢？上任天虚寺主持的舍利子，天下仅此一例。什么？上任主持的舍利子蕴含着一世的佛法，其珍贵程度根本就没法用世俗之物来衡量。以前这颗舍利子被放在佛顶之下，用来稳固阵法，封印魔头。现在佛顶内的魔头已经被彻底消灭了，老和尚决定将这颗舍利子赠予陈清源，以此护佑陈清源，结下一段善缘。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吧！师傅，要不咱还是还回去吧？还什么？这可是当世少有的极道之宝，留着。要不这颗佛珠放到您这儿来？我没这个福分。您都没有？那我有吗？你有，傻小子。佛门赠你极道佛珠是你的造化，也是佛门的造化。你如果还了回去，反倒是得罪了佛门。啊？想不通就别想，以后自然就懂了。反正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佛珠要留在自己的身上，不可轻易显露。弟子谨记。去休息吧。是。这老和尚真是下了大手笔呀！哎，这是要把佛门与清宗绑在一块儿啊！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佛门当然也有私心，多半想借此机会在地州占据一席之地。毕竟佛门虽说在东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，但是在其他疆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上任主持的舍利子所化的佛珠，足可以培养出一位顶尖的佛门高手，且还有诸多的妙用。师傅，我想回玄清宗一趟，可以吗？按照学宫的规矩，你现在其实不能回去，不过为师身为副院长，给你破个例还是可以的。哈哈哈。谢谢师傅。早些回来就行。师傅，我想去看一下院长的宠物，行不行啊？这事儿不难，你拿着这枚符印便能入内。师傅真好，以后您要是身体不行了，我肯定好好伺候您。滚滚滚！黑哥，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。哎，老弟，老弟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嘿嘿嘿，没什么，应该的。对了，赵一川前不久来了一趟，说了你的坏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是一只小狐狸，狡猾成精，让我不要被你的外表骗了。兄弟，你会不会骗我？当然不会啦，咱们可是兄弟，情同手足。张长老肯定是嫉妒咱俩的关系，所以才说我的坏话。有道理，不过我是一条蟒蛇，好像没有手足。黑哥，下次我再来看你啊。行，回去的路上小心点，要是遇到麻烦了，保命为上啊。等哥哥我出关以后，把欺负你的家伙全都揍一顿。
哎，好嘞。北仓新域的地界，看来很快就能回家了。来都来了，要不去找找吴君言？玄清宗陈清源特来拜会吴家。稍等，见过陈公子。请进。陈公子来我吴家，所为何事？一直没看到吴君言，难道他不在府中？5年前君言便离家了，据说去往了三河星域，具体情况未知。去了三河星域？既然如此，那么晚辈告辞了。喝杯茶再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多谢。金丹气息，气血浑厚，此次哪怕重新修炼，也是当世顶尖的天骄。老吴，这可不是我不肯与你一战，而是又一次错过了。你们是？慕容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可是北仓星域，能有本姑娘不知道的事情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慕容姑娘是来找我的吗？有事吗？那，还你的钱。怎么只有这点？说好的3000呢？最近囊中羞涩，先还你这么多，下次见面再补上。你可是慕容家的嫡女，怎么可能这么穷呢？唉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看咱们相识一场，还个本钱就行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两不相欠。那可不行。还钱乃是慕容文熙的一个借口，这要是不用还了，那以后还怎么有正当理由去寻找陈清源呢？我欠下的债当然要还清，若是欠债不还，岂不是有损我的名誉？好吧。还剩2000，先欠着。放心，这辈子我肯定还给你。钱我收下了，该回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本姑娘这么远跑过来还钱，你不请我喝杯茶吗？当年你不是要与吴君言约战吗？怎么突然间消失不见了？不告诉你。切，爱说不说。吴君言前往三河新域，知道具体的原因吗？不清楚。东夷宫的那件事你知道了吗？10多年前，据说有一人闯过了东夷宫的燕雪城秘境，被封为圣女了。所以呢？那个人是白希雪，你曾经的红颜知己。哦，你不意外吗？与我何干呢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？看来你真的放下过去了，甚好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可就走了。坐着，老娘还没说完呢。哎，您老继续说，我洗耳恭听。你不是有个兄弟叫做寒山吗？最近关于他闹出了不小的事情。哦，老韩怎么了？其他人或许很难查出来，但本姑娘费了一些心思，摸到了一点线索。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快说吧。你可知人灵星域的四圣宗？听说四圣宗是人灵星域的顶尖势力，一共4脉，分为主脉和3个支脉，其内有顶尖大能坐镇，底蕴深厚。寒山很可能是四圣宗主脉之人。什么？难道老韩真有不俗的背景？数百年前，四圣宗的主脉因为争权而发生了不小的动乱，导致不少人死去，包括主脉家主的嫡子。不过事情好像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。数十年前，四圣宗的一些隐卫来到了咱们这偏僻的角落，一直在搜寻寒山的生平事迹。隐卫打探情报的时候，被慕容家的探子发现了。一开始我没在意，可是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，我发现了有趣的东西。寒山的年龄与四圣宗意外死亡的主脉嫡子十分的接近。最近寒山的身边多了不少的陌生人，潜伏于暗处，疑似护道，实力不弱啊。有意思。上个月我听说了一件事情，四圣宗主脉的二公子离开了人灵星域，踪迹不明。估计二公子已经知道寒山的存在了，十有八九是前往了运海星域。懂了，慕容姑娘，谢了。不客气，记得啊，欠我一个人情。要不那2000灵石不用还给我了，算是抵消人情。休想，那也太便宜你了。林清源，你休想逃出老娘的掌心。老韩，我来了。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呗。嘿嘿嘿嘿。当初你不是要与吴君元约战吗？怎么没下文了？出现意外了，以后再与你说吧。唉，
唉声叹气，有烦心事儿？有，而且还很复杂。300多年前，我被师父捡了回来，成了乾蓝圣地的弟子。前些日子呢，一些神秘人找到了我，说我是四圣宗的主脉嫡子。你怎么不觉得惊讶呀？我前不久就已经知道了。你从哪儿知道的？慕容家告诉我的。哦，这样啊。慕容家打探情报的能力确实很强，知道也不奇怪。放眼北荒，四圣宗都是一流势力，你若是成为了四圣宗主的嫡子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个屁呀！以前我自由自在的，只要不触犯个人底线，想做什么都行。自从四圣宗的人来了以后，给我灌输了很多思想，还说我师父没有资格教导我，让我与师父划清界限。当时我就急了，要不是我师父心善把我捡了回去，我早就挂了。四圣宗的人难为你了吗？那都没有，只是我不喜欢四圣宗的那些规矩，更不想与主脉嫡系的同龄人去争权。如果不想，那就不做。如果碰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随时叫我。叫你有屁用啊，那可是四圣宗啊，据说里面有顶尖的大能坐镇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不要怕，只要你受了委屈，我肯定给你摆平了。你就吹牛吧。我听说四圣宗主脉的二公子可能要前来找你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老韩，这个你拿着。子母玉佩。如果碰到了不可解决的麻烦，你也随玉佩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。行，那我先收着了。老陈，你突然变得这么关心我了，这让我有点不适应啊。要不你揍我一顿吧，不然我有点不安心。滚蛋！话说回来，我是真碰到了大麻烦了，肯定是关于四圣宗，你真能解决问题吗？能。聊了这么久，我该回去了，下次见面该你请我喝酒喽。一定。小师弟，你已经重修到了金丹境巅峰，不可思议啊！这才多少年呢？不愧是小师弟，哪怕重新修炼也同样天资不凡。怎么没看到大师兄啊？原本15年前，天域宗弟弟的魔窟即将发生动乱，大师兄孤身犯险，暂时镇压住了魔窟。虽然大师兄活着回来了，但也受了较重的伤势，至今闭关不出，情况未知。大师兄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小师弟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为兄还在闭关，暂时还不能和你一面。师兄，你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道医学宫收下你了吗？收了，而且我还成为了副院长的徒弟。于副院长愿意收你为徒，那你就努力修行，切莫丢掉了于前辈的脸面呢。我会努力的，师兄放心即可。清远，师兄，怎么了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，不只是你，还有道医学宫的师傅。等你真正长大了，你自然就清楚了。又是这种话。好好待在道医学宫吧，可莫要四处招惹麻烦。是，师兄。去吧，小师弟啊，这可能是你和师兄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林长生打算再闭关个几十年，便起身前往地州的魔渊。这是他身为青宗传承者的宿命，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有着传承技艺的洗礼，林长生的修为与日俱增，现在已经快要破开大成境界了，且不用历经渡劫，水到渠成。前辈，陈公子怎么有空来此？前不久晚辈去了一趟东土，给前辈带了几壶好酒。谢谢公子。前辈客气了。东土乃是佛门的地界，佛门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没受委屈就行。如果我受委屈了，前辈难不成还会帮我找回颜面吗？若佛门欺你，老朽愿意拿着这把破剑踏平佛门金寺，与佛门的那群秃驴好好聊一聊。前辈放心，我没受欺负，不至于如此。
晚辈来此有一事相求。公子请说。天狱宗地底的魔窟，前辈您知情吗？知道，老朽不会去解决魔窟之事。为何呀？时机到了，自会有人去解决。况且老朽已有万年没有出手，不会为了一个小魔窟而断了悟道之路。好吧，是晚辈叨扰了。陈公子放心吧，小小的魔窟而已，成不了气候。等到时机成熟，魔窟之祸定能解决。真能解决？如此便好，多谢前辈告知。你现在应该是道义学宫的弟子了吧？是，前辈连这都知道。坐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陈庆元说出了道别之语。没想到玄清宗的现任圣主能觉醒传承，天赋不错呀。据说北荒时节的吴君言和长孙茜准备约战。老吴，半年后一战，算上消息传达到这里的时间，估计也差不多了。听说长孙小姐看上了吴君言，想要立下赌约，若是这一战获胜，便要吴君言入赘。这么劲爆的事儿，我要是不能亲眼见证，岂不是人生一大遗憾？可是师父说要尽快回去，这就有些麻烦了。师父又没定具体的时间，等我看完这场好戏，最多也就多花几个月，应该没有关系。人灵星域百玉山，这里是吴君言和长孙茜的约战之地。据说长孙小姐以前很漂亮的，艳压群芳，为何现在变得这般魁梧啊？从我老爷子那里得到消息，长孙小姐100年前得到了一本上乘秘法，修炼的时候走火入魔，导致身材大变，容貌尽毁。哎呀，可惜了呀！以前的长孙茜，天赋和容貌都是世间顶尖，让无数女子自愧不如。想要恢复容貌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也许只有当长孙茜将上乘秘法修炼到大成之境，才可扭转乾坤，回到从前的样子。这姑娘以前真的很好看吗？也就老吴可以享受这个福分了吧。吴公子，你是一个最注重承诺的人，若你败了，可要陪我游玩7日，不得反悔哦。只要你能胜，吴某必定遵守承诺。好，我就喜欢吴公子这种性格，说一不二。出手吧。小心了。算我一个。兄台的打扮看似简朴，但气质非凡，不知是哪方宗门的高徒？嗨，散修罢了。即便是散修，未来也有可能拥有很高的成就。这家伙谁呀？长孙公子，您来了。长孙公子，我们下注纯属娱乐，没有对平本宫不敬的意思，请公子饶恕。没关系，我不是来问责的。哪里下注？赔率多少？啊，公子，您要下注吗？废话，让我妹妹赢。好嘞。还好我乔装打扮了一下。兄台，能否请我喝杯酒？啊，那去吧。谢谢。兄台如何称呼？我能不说吗？能。在下长孙枫叶，是长孙茜的兄长。原来是缥缈宫的圣子，哼，失敬。兄台不必装模作样，你的眼里对我没有那种谄媚的味道。虽然你故意穿着普通，遮掩来历，但你的气质不俗，并不是普通人。圣子肯定是看错了，我就是一个俗人。啊，算我求你了，赶紧走吧。俗人好啊，我也想当一个俗人。你败了，从今往后莫要来烦我。我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，这辈子我肯定要缠着你。吴君言，你跑不了了。走吧，别站在这里丢人了。哥，我一定要追上他。就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谁能看得上你啊？哥，
吴君言看我的眼神很平淡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只要我能打动他的内心，他肯定不会在乎我的容貌。而且，等我的修为更进一步，肯定能恢复从前的模样，不会委屈了他的。你不嫌丢人，我都嫌丢人。走了。吴君言的剑术，同辈之中难寻敌手啊！长孙小姐如此彪悍，居然输了。哼，此战的结果呀，恰恰证明了长孙小姐这样的人物，只有吴公子才能降服啊！老吴，别这么大火气啊！你还好意思来见我？不怕我杀了你吗？如果你真想杀我，刚才就不会那么温柔了。哼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了结那场尚未解决的约战吧。等等，如果我想违背诺言，何至于来找你呢？上次你也看到了，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生平最讨厌背信弃义之人，陈清远，我真的还能再相信你吗？老吴，你怎么被缥缈宫的长孙小姐给缠住了？你们之间发生了何事？不想告诉你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学过玄清宗的道术？何出此言？你与长孙小姐一战的时候，我感觉你的剑术中蕴含着一丝玄清宗的道义。哦，你确定吗？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凝聚出一道剑意，让我细细观察一下。我介意。口是心非的男人。老吴，你的剑术应该不是出自于吴家吧？跟谁学的？不可说。据传在你年幼的时候，仙鹤落于吴家地界，将你带走。难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还不够强，没资格说出幼年时那段过往。行吧，别想那些糟心事儿了。老吴，当年的约战没能完成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今日既然碰到了，要不咱们做个了结？现在没这个心情，下次见面再说吧。你想好了？这可不是我爽约了，是你自己不想打。说真的，我觉得长孙小姐对你一片痴心，要不你就从了她吧。滚！听说长孙小姐以前艳压群芳，只是因为修炼出了岔子才毁了容。老吴，你肯定不是重视容貌的肤浅之人。对于我而言，爱情之事乃是绊脚石，对于修行没有半分好处。那你的人生可真是无趣啊。话说回来，长孙枫叶这个人你怎么看？深不可测。具体呢？他是很多人公认的十阶之首，修为可能已经智化神境，远超同龄人。十阶之首确实不简单呢。前不久我去缥缈宫邀战长孙茜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些消息。想不想听啊？说，我听着。长孙枫叶一直在调查你的消息，他对你很感兴趣。当时北荒十劫的新名单出来的时候，你仅有着天灵境的修为，似你这种情况，古籍中从未有过，这是先例。除了长孙枫叶以外，还有不少人想寻到你的踪迹，把你击败，将你的名头给摘下去。我短时间内肯定不会露面，让他们找去吧。老吴，我先走了。我觉得咱们很快就能再见了。师父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弟子稍微耽误了一些时间，请师父责罚。确实该罚。哎呀，真是嘴欠呐！你去找一下赵长老。师父，赵长老公务繁忙，不必麻烦他了吧？快去。见过赵长老。有件事让你去办，陪着宋丫头走一趟，前往三河星域的天河。天河星域？去那里做什么呀？解决一件俗事。年轻人嘛，应该多历练。让你陪着宋丫头走一走，也算是对你的一种磨砺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具体的事情宋丫头会告诉你的。小子，这一趟可不太平，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别愣着了，说说啥事儿吧。我是天河星域古族宋家的人，从小就被家族秘密培养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与其他势力联姻，巩固家族地位，提升家族实力，从中获取利益。天河星域的宋家，来头不小啊。这次我回去，就是想斩断这份因果，恢复自由之身。这件事情的难度不小。你若是怕了，大可不必相随。我师父和赵长老都发话了，想不去也不行。宋家的底蕴实力虽然比不上道一学宫，但差距不是很大。要是陪着我去解决此事，即便你是副院长的徒弟，估计也得吃瘪。难道宋家敢杀我吗？那倒不可能。那有什么好怕的？宋家给你安排的联姻对象是谁啊？人灵星域，
缥缈圣地的长孙枫叶。长孙枫叶？看你的样子，认识他？见过一面。这家伙厚着脸皮向我讨了一壶酒。讨酒？那家伙可是北荒最强的妖孽，你与他结为道侣，不吃亏吧？而且放眼整个北荒，想嫁给那天才的天之娇女，多如牛毛啊！我不喜欢这种被人掌控如同傀儡的感觉，而且我对长孙枫叶没什么兴趣。别说他是北荒十阶之首，就算他镇压了地州各界的妖孽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身为宋家之人，从小便得到了宋家给予你的地位和资源，从这方面讲，宋家与缥缈圣地联姻，你责无旁贷。同意你的看法。如果我没有能耐，任凭家族安排未来，可我既然有一次机会去改变命运，为何不去拼一拼呢？我若成功，带给家族的利益不会少；若是失败，任凭家族处置，也可给族中其他人一个错误的例子，杀鸡儆猴。按你这么说，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，对于宋家来说都没坏处。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我只是不想后悔。宋家女子的地位太低了，我想争取一下，哪怕失败也不后悔。真有意思。你想改变宋家的立足之规，除非你的实力达到了可以碾压一切的高度，不然痴心妄想。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总得尝试一下，不到最后怎能得到答案呢？这一次回去，你是想要取消宋家与缥缈圣地的联姻，对吗？是。这么做，你不怕惹出祸事吗？以前不敢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有脾气，我欣赏你。你不怕被牵连了吗？这么精彩的好戏，要是我错过了的话，那将会是此生最大的憾事。既如此，那么明日就出发吧。师父，这次前往宋家碰到事情了，无需害怕，有为师替你撑腰。只要宋家那群老家伙的脑袋没有出问题，便没有胆子对你下死手，顶多暗中使绊子，就当磨砺了。是，师父，弟子肯定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。其他地方不敢保证，只要你在北荒不做出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，为师都能给你兜底。谢谢师父。宋家不愧是北荒最强的古族，财大气粗啊。少说话，爹。晚辈陈清源见过宋家诸位前辈。陈少侠请坐。听说你成为了赵长老的亲传弟子，还不错。老爷子当初将你送出宋家，我可以当作没看到，让你出去散散心也好。现在时机到了，你不该胡闹了。爹，我不想成为联姻的工具。过几日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便会过来，届时你们见个面，相互熟悉一下。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。个人能力再强，难道你还能碾压整个北荒吗？还好我的长辈没那么严格，不然想想就头痛。我就想试一试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不仅是宋家之女，而且也是道义学宫赵一川的弟子。若要与缥缈宫联姻，宋家需要与道义学宫进行商量。出去没几年，便想用这道医学宫的名头来压着我，胆子不小啊！若是学宫院长出面，为父二话不说，任你为之。赵一川他想坐在院长的位置，还早着呢。现在的他还没法让宋家低头。丫头，你是斗不过你爹的。陈少侠有话要讲吗？没事，我刚才嗓子不舒服。我来宋家是看热闹的，等到事情了结以后便回去，将所发生的一切禀报给长辈。这小子是在威胁我吗？陈少侠想如何禀报给学宫长辈呢？如实禀报。倘若是陈清源真的将刚才的对话传回道医学宫，赵一川颜面略微受损，那可就是师出有名了。到时候赵一川搬着凳子往宋家大门口一坐，事情那可就更加热闹了。放眼整个宋家，能够稳压赵一川的老家伙不足3人，这其中
并不包括宋家现任家主宋修风，此乃我宋家的家事。陈少侠，不怕得罪我宋家吗？不怕，我只是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给了道医学宫的长辈，这是我来此的任务。如果宋家想要对付我的话，请便吧。陈少侠暂时留在宋家做客，等到宋家与缥缈宫达成联姻以后，再回道医学宫复命吧。行，那我就厚着脸皮蹭杯喜酒。当然可以。师妹，其实两家联姻是一件好事儿，要不你就点头答应了吧。你叫谁师妹呢？我比你入门先，当然你是我的师妹了。我可不认。不认就算了，本来我还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呢，既然你都没把我当成师兄，那就没必要给你了。东西？来的时候赵长老给了我一样东西，并且嘱咐了我一番话，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事情，就让我把东西拿出来。师父真给了你什么？骗你作甚呢？你师兄，请你将东西拿出来吧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赵一川竟然将这件东西拿过来了，家主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这块令牌来历不凡？陈少侠，你可知这块令牌意味着什么？不太清楚。赵长老只是交代了几句话，若有人敢欺压他的徒弟，便让我拿出令牌。他还说只要宋家的人没有全部变成瞎子，肯定愿意坐下来好好商量。赵一川呐，你这家伙还真是不给我宋家面子呀。赵长老将令牌交给陈少侠，那么陈少侠打算怎么处理宋家的家事啊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家事二字。如果陈清源胡乱处理，那就给了宋家一个借口，不怕会得罪道医学宫。如此一来，宋家的面子肯定是不会有损，也不用招惹麻烦。其实这事儿不难。哦，愿听陈少侠高言。两家联姻乃是喜事，能成自然最好，不过成与不成，总归得问问当事人的意见。过几日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来了，让长孙公子与我师妹认识一下，单独相处一段时间，如果双方能生出情愫，皆大欢喜，若是有缘无分，不可强求。陈清源这家伙办事能力不弱呀。宋家以为如何？便依陈少侠所言，两家联姻能否成功，皆看年轻人之间的缘分。我爹这是同意了？不然呢？出来混，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，总得给双方留下点面子，不能将事情闹得太僵了。宋师妹，如果你不是生在宋家，就你这一根筋的性格，很容易得罪人呢。你呢？难道这辈子没得罪过人？活在这个世上，谁没得罪过人？我虽然得罪人，但我活得依然很好，不像你没长脑子，做事莽撞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想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少点麻烦事儿，该向长辈低头就低头，该撒娇就得撒娇，反正不是外人，也不会掉块肉。虽然没脑子，但是其他地方倒是挺有料的。喂，什么呀？谢谢你。哎，谁让我摊上你这个师妹呢？不客气。算了，看在你大老远跑过来帮我的忙，我就不跟你拌嘴了。爹，这下事情不好办了，您老处理吧。现在不是在外面，那你就不是宋家族长，而是宁烟的父亲，应该替宁烟感到高兴。话是这么讲啊，可宁烟这丫头也太不懂事儿了。哎，都怪陈清源那小子，若不是他，宁烟肯定没能耐解决这事儿。话说回来，于老头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的天骄妖孽，从未动过收徒的念头。此次于老头收了陈清源为徒，当真让老夫感到意外啊。哼，那小子就是一只小狐狸，贼得很。能被于老头看中的人岂能普通？爷爷、爹、娘、二叔，
爷爷知道你的想法，不愿成为家族的傀儡。你爹虽然严厉，但对你极好，为了你的婚事精挑细选，不至于让人受了委屈。人灵星域缥缈圣地的长孙枫叶，那可是当世有名的天骄，你若连他都看不上，整个北荒怕是无人能入得了你的眼了。我知道长辈们都对我很好，也很清楚身为宋家之女应该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。如果没有本事，虽然心中不满，也绝不违背家族的意志。既然我有一些天赋，就想挣扎一下，希望爷爷和爹爹能理解。爷爷当然能理解你了，你的叔叔和婶婶也能理解。至于你爹，他就是一个老顽固，估计不懂你这丫头的心思。爹，求你了，给女儿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吧。如果女儿没能达到你的要求，以后再也不敢叛逆，任由爹爹安排未来的人生。也罢，让你折腾一段时间吧。谢谢爹。哎，这眼泪都糊到我身上了，一边去。丫头，爷爷记得你从未向你爹撒过娇吧？这是陈清源那小子教给你的办法吗？是。老夫对这小子越来越感兴趣了，安排个时间，让老夫与他见个面吧。算了，还是老夫亲自过去瞧瞧。你小子办事有些不靠谱。老伯，您啥时候来的？老朽刚来一会儿，修剪一下客店花园的草木，打扰到公子休息，还请见谅。无碍。哎，听说公子昨日让家主吃瘪，果真是少年英雄啊！前辈莫要调侃，我对宋家族长十分的崇拜，哪敢行不敬之举？哎，这事都已经传开了。老朽虽然是府中的一介下人，但也有所耳闻。前辈若是下人，估计宋家的大部分人都不敢使唤您老吧？何出此言？老前辈，真是爱与晚辈开玩笑。宋家底蕴深厚，放眼望去皆是臂力之境。不说其他的东西，就说老前辈脚底下踩着的那块玉砖，放在外面乃是价值连城之物。按照老前辈所言，您即使是府中的一个下人，也不应该有如此打扮。昨日我从宋府大门走来，侍女皆着的金缕玉衣，守卫皆穿灵光宝甲，何其气派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宋家若是还有一些不受宠的下人没能得到族中的恩赐，也有这个可能。但是不受恩宠的下人绝不可能被派遣到客院来修建园林。宋家乃是北荒的古族之首，哪怕是一个下人也代表了宋家的脸面，怎会让一位穿着如此朴素的老人家过来？这岂不是自打脸面吗？这小子说的貌似有道理啊。有理。陈公子不妨再猜一猜老朽的身份，做得到吗？有奖励吗？你若能猜得出10之7、8，当然有奖励。其实您老的身份不难猜。你说。老先生，您刚才说家主因为我而吃瘪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您的眼神十分的平淡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敬意。再加上您老常年年居高位的气质，多半是宋家的核心人物，敢肆意谈论家主之事，又无一丁点的敬意，估计权力不低于家族。据晚辈所知，宋家族长乃是人中豪杰，偌大的家族仅有那几位不出世的老祖才能稍微压了宋族长一头，晚辈猜的是否属实？你小子厉害。估计是昨日晚辈在大殿上的无礼之举引起了老前辈的兴趣，今日才屈尊于此。您老为了掩饰身份，特地弄了这么一身装扮，真是难为您了。晚辈陈清源拜见前辈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请前辈原谅。你小子，算了，请老朽喝杯酒，就原谅你了。请前辈喝酒，乃是晚辈的荣幸，请进。浊酒一杯，请前辈莫要嫌弃。
就有些差。不过你这个人嘛，倒是很有趣。嘿嘿，晚辈就是一个俗人，没啥有趣的地方。能被于老头收为徒弟，你小子怎么办到的？这个不太好说，有些复杂。没关系，老朽有的是时间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。这也太赖了吧！关于我拜师的前因后果，告诉前辈也没关系。不过您之前不是说有奖励吗？拿去吧，就当老朽给你的见面礼了。多谢前辈。说起拜师这件事儿，那就得扯上我的另外一个师傅了。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，陈清源大致地讲述了一下前因后果。宋问仙一边耐心地听着，一边皱起了眉头，越听越觉得奇怪。富流星域地处偏僻，其内的一流势力即便再强，坐镇者也顶多就是渡劫期的修士。区区渡劫修士怎能寻到道一学宫的地址，而且还能与身为副院长的于老头交谈？这不是扯淡吗？小子，你那个大师傅叫上官荣，对吧？对。行吧，今日暂且聊到此刻，过几日老朽再来找你。前辈慢走。爹，您要出门？有件事情我觉得不简单，想去弄个明白。你用不着亲自出门吧，随便派遣哪位族老就可以了。放心，你老子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老当益壮，还没到寿命将亡的地步。再说了，我这是要去道一学宫调查事情，除了我和几个老家伙以外，学宫会给宋家其他人面子吗？那好吧。宋老头怎么来了？老于，很多年没见面了，我带了几壶好茶过来。别套近乎，有事说事儿。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没必要搞得这么生疏吧？听说你收了一个新徒弟，好奇来问一问。这事儿啊，老于啊，你不是没心思收徒吗？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我愿意，你管不着。那我换一个问题，玄清宗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宗门吗？还有那位数百年前找过你的上官荣，是寻常修士吗？茶虽好，但少了几分玄妙的味道。这可是我宋家最好的茶水了，你的嘴也太刁了。喂，你真不肯告诉我吗？宋老头，你走吧。老子这么好的茶放在北荒都是一绝，这老小子居然还觉得少了几分玄妙之意，肯定是故意找茬。宋文贤突然捕捉到一丝东西，眉宇间出现了几分疑色。少了几分玄妙的味道，少了。蓦然间，宋文贤的眼睛瞪大，他听出了于琛然那句话的言外之意。玄清宗少了一个玄字，那么就是清宗。老于，难道玄清宗是？老宋，有些话心里清楚就好，不要说出来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走之前给我留点茶叶，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还过得去。拿去。约莫10万年前，宋家的某位老祖年轻时曾去往地州，成为了清宗的外门弟子。后来那位老祖得到清宗的一位长老帮忙，解决了宋家的许多难题。那时候宋家在古族之中乃是末流，经过清宗的帮衬之后，宋家才能飞速崛起。后来清宗扛不住地州各方势力的压力，决定搬离地州。为了不暴露行踪，清宗将大量外门弟子逐出师门，里面定有着各方势力的探子。
被逐出的外门弟子便是宋家的那位老祖。傻小子，愿你可以振翅翱翔，重现青宗昔日的荣光，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，铺好前方的道路，让我这个傻徒儿少受点苦头。这盘棋越下越大喽。咋啦？怕了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我很多年都没打过架了，手痒得很呐。你就吹吧。老岳，你要是这么不给老子面子，有种他娘的咱俩比划一下。粗鲁，我是文雅之人，不与你一般见识。切！哎，前辈，您又来了。现在家里闷得慌，过来散散步。您老散步，能散到客店的花园，这个理由也太站不住脚了吧？哎呀，愁啊！上次老朽喝了你的酒，这次尝尝老朽的吧。谢谢前辈。晚辈敬您一杯。这酒怕是不简单呐。多谢前辈赐酒。别搞得这么客气，喝吧。这酒乃是宋文仙精心酿制而成，用了不少珍贵的灵药，刚好对应着陈清源目前的修为，助他巩固根基，突破瓶颈。小子，你乃少年英杰，老朽看你十分顺眼，要不你就当老朽的孙女婿吧。宋灵烟和陈清源同为道医学宫弟子，有的是时间接触，说不定能培养出感情。若能将陈清源收为孙女婿，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其庇护，而且青宗和宋家的关系可以回到从前，甚至会更好。除此以外，宋家与道医学宫也能绑在一块了。至于青宗的因果危机，宋家愿意去承担，因为这是宋家欠的恩情，必须得还。您老的孙女？谁啊？宋宁烟。谁？您老说的不会是我师妹吧？就是你的师妹。我靠，她是宋家的老族长。老朽刚才的提议，你小子觉得如何？这个前辈，宋家不是与缥缈圣地准备联姻吗？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哈哈。两家联姻之事不是被你小子给搅黄了吗？估计是八字没有一撇来，这个损失你总得赔偿我宋家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奉赵长老的命令，一切与我无关的。行了，不愿意就算了，用不着这么激动。前辈，我还有事呢，先走了。行。体内的一颗圣品金丹发生了蜕变，已经散发出了元婴期的修为波动。然而还有2颗圣品金丹则是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我现在的境界究竟是元婴期还是金丹期？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陈清源将修为稳固住了，对外他已经是元婴初期修为了，实则是处于金丹与元婴之间的特殊境界。若是有缘的话，两家联姻，共同发展；若是无缘，宋家与缥缈圣地同样也可达成同盟的关系，不会因为小辈婚事而受到影响。能与宋家结为盟友，这是我缥缈圣地的一大幸事。咱们总得照顾一下年轻人的感受啊，未来是属于他们的，不可强行逼迫。宋族长此言很有道理。宁言，你尝试着与长孙公子相处一段时间，家族已经退了一步，你不能再任性了。长孙公子远道而来，宁烟定会好好招待。小女子宋宁烟见过长孙公子。宋小姐，公子乃是贵客，不如让我带你四处转转。行，那就麻烦宋小姐了。听说陈清源正在宋家做客，是否属实？
是。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我得问一下他的看法，等他同意以后，我才好答应长孙公子。这是自然。恕我冒昧一问，长孙公子想与陈公子一见，所谓何事？久闻美名，素未相识，很想结识一番。没别的原因了？没了。宋小姐放心，我对陈公子没有任何恶意，只是想认识一下罢了。那就好。宋小姐看起来很关心陈公子啊。他与我同门，严格来说还算得上是我的师兄，当然不希望有人对他不利。原来如此。其实宋小姐与我一样，对联姻之事较为反感。我从你的眼睛中看得出来那种东西，你对我有些排斥，可是因为家族的命令而不得不与我相处。你也反感？哼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，至少对你这样的女人。什么叫我这样的女人？怎么，难道宋小姐希望我对你产生兴趣？那倒不是，是因为你说的话带着几分讽刺的味道。如果我要找道侣的话，不论其容貌、地位、出身，只论缘分，一眼倾心。这年头哪有什么一见倾心，都是见色起意。非也，你的观点我不认同。肉体上的交欢不过是兽性，根本算不上倾心。我所追求的乃是灵魂上的归属，只需一眼，我便知那人就是我所等待的他。好肉麻呀。似宋小姐这样豪迈的女子自然不会明白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滚！老爹，这可不是女儿我不想培养感情啊，而是长孙枫叶看不上我。宋小姐，引荐之事就拜托你了。你刚才损了我那么多句，现在想让我帮忙了？休想！既如此，那我待会儿就与两家长辈说一声，我对宋小姐一见倾心，十分赞成两家的联姻。喂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刚才你不是还说要寻到灵魂上的归属？我可不是你的菜。没关系，像我这么优秀的男子，多娶一个女子也无妨。以后待我寻到的灵魂上的道侣，照样可以追求。打住！我去给你办事儿，等着。去吧，小样儿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宋师妹有事吗？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想与你见一见，让我过来向你打个招呼，看你愿不愿意。不愿意。你与长孙公子有仇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不想见他？那家伙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为了安全远离为妙。貌似你也不是啥好人吧？那好吧，我去替你回绝他。啊，多谢师妹。宋家的老家主看上我哪一点了？怎么想着要让我成为他的孙女婿啊？陈清源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，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：英俊，魅力十足，不可抵挡。唉，怪我过于优秀喽。陈清源这家伙没有一点礼貌。宋宁烟将陈清源不愿意见面的态度告诉了长孙枫叶。那便算了，劳烦宋小姐了。刚才让宋宁烟带话的时候，他留了一道心眼儿，偷偷用道术观察，知道了陈清源的住处。不仅位列北荒10杰，而且还能够成为道医学宫的弟子。陈清源，你这个人肯定很有趣。东院客店，正躺在床上休息的陈清源突然感知到了一丝陌生的气息缓缓靠近。陈公子，我来此没有恶意，只想与你认识一下。我靠，怎么是这个家伙？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这家伙果然与众不同。这么早与长孙枫叶见面，可不是一件好事儿。若是陈公子今日不便见面，他日我前往道医学宫再来拜访。
长孙公子请进吧。多谢。闻名不如见面，陈公子果然英俊非凡，乃世间少有的俊杰。用不着说这些客套话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当初北荒10劫的新名单，陈公子以天灵境的修为位列其中，乃是先例。后来陈公子又成了道医学宫的弟子，让在下更是吃惊，甚至是仰慕，只求相识，别无他意。都是意外。并非意外，而是陈公子的实力。我没啥实力。陈公子太谦虚了。咱们也算是认识了，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出去吧。据我所知，长孙公子现在应该要与宋家小姐培养感情而不是跟着我待在一起，对吧？别看长孙枫叶儒雅随和，其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掩盖，手段狠辣无情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仅仅是一个眼神的对视，陈清源就知道长孙枫叶将来会是他在北荒的大敌。似长孙枫叶这样的人，放在地州那也是站在顶峰的存在，不可小觑。上次我喝了陈公子1壶酒，这次该我请了。不了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喝茶，多谢长孙公子的好意。行，那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给陈公子带一些好的茶水。在下先告辞了。慢走，不送。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呀。有趣的家伙。枫叶，怎么了？既然是年轻人之间的比试，我想试试。别胡闹。长老，我认真的，没开玩笑。我有一个看好的对手，并非胡闹。既是年轻人之间的切磋，那么就不应该局限于宋家与缥缈宫。我听说道医学宫的陈清源正在宋家做客，为何不请他出来参与此事呢？他打得赢长孙枫叶吗？陈公子乃是我宋家的客人，怕是不好满足长孙公子的要求。我只是提议一下，至于能否成功，总得听听陈公子的想法吧。这，我去邀请一下陈公子，说不定他就同意了。反正这件事与我宋家无关，全是长孙枫叶挑起来的。陈公子，我又来了。这家伙阴魂不散呐。宋家与缥缈宫的年轻人正在切磋，实属无聊，我有些手痒，提出了与陈公子友情切磋一下，不知陈公子意下如何？你有病啊，我才不去呢。陈公子怎能如此暴躁？咱们只是简单的切磋一下，仅此而已。我为什么要满足于你一战的恶趣味呢？同境界一战，绝不让陈公子吃亏。不去，跟你打架啥好处都没有。那咱们可以下点赌注，只要陈公子胜了，愿赠上1000块上品灵石；若你败了，则无需如此。上1000块灵石，看不起谁呢？那你想要什么呢？1万块上品灵石，外加一件上等品质的灵宝，而且无论谁输谁赢，你都得给我。要是你能答应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，与你切磋一下。这太多了吧？不答应就算了，别来烦我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小子，你要是早说同境界一战，不出价钱，我也想和你战上一场。北荒10劫之首，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还有一点，既然这只是切磋，那就别闹得过了。此战最多只斗个500回合，若未能分出胜负，也必须止战。好，我同意。元阴境修为倒也不错。据说陈清源修为尽废，用了短短数十年便又修炼到了元气，着实不易。不过他想与缥缈生子扳手腕的话，还是差了不少。这一战不仅可以看到长孙枫叶的能耐，而且也能见识一下陈清源的深浅。同境界一战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个小家伙是青宗的传人，应该没有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吧？你的临兵盗宝呢？没啥趁手的兵器，凑合打吧。你用什么兵器？都可以。100多年前的陈清源修行的是拳法，对兵器之道不太熟练，
经过红衣姑娘的调教，刀枪剑戟等兵器皆已至精通之境。剑可行？可以，借你一剑。打完记得还我啊！拿出你真正的本事，莫要让我失望。这柄剑很不错呀。剑道境界，登堂入室，人剑合一，返璞归真，无剑之境。返璞归真的境界，同龄人当中甚是少见。不愧是我看上的对手，果然不简单。喂，再打下去，咱们可都收不住手了。收不住手，正合我意。陈清源，我可要认真了，你也得拿出真本事来，不然丢了性命的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圣子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！陈清源能逼出圣子的第二人格，着实不凡啊！长孙公子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缥缈宫的禁术被他学会了，那门禁术传言与恶魔签订契约，释放出人体最阴暗的一面，若能驾驭，能让自身天赋和实力强大10倍甚至更多。在缥缈宫近10万年的历史之中，但凡修炼这门禁术的人，要么身死道消，要么被自身的阴暗面吞噬，化为妖魔之躯，从而被宗门含泪清除。贵宗此举恐怕不妥啊！这是圣子的机缘。早在200年前，圣子便意外学得了禁术，并且很好的将其控制。如果未来圣子难以掌控此术，缥缈宫自会负起相应的责任。200年前便已修炼了，至今没有发生过打破平衡的事情吧？没有，这门禁术对我等而言乃是灾难，但对圣子而言如虎添翼。长孙枫叶可以很好的切换人格，当他释放出第二人格的时候，嗜血残忍，实力大增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保留着理智，亦是不会被禁术所吞噬。禁术一旦大成，长孙枫叶便能彻底掌控第二人格，不会出现意外。如此妖孽，北荒东北谁人能及？真疼啊，跟个怪物似的。缥缈宫的禁术竟然真的有人学会，而且还可将其驾驭，不可思议。哪怕长孙枫叶压制了境界，陈小子怕是也要输了。打不过就认输，别死撑着。你玩真的，可别怪我不留情了。千万别留情，如果你能打死我，我会十分开心的。打死你还很开心？你的癖好可真变态啊！圣品金丹？不对，这不是寻常的圣品金丹，而是真至完美的地步了。金丹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地品、天品、圣品，每一个层次又有着一些细小的划分。难以置信，能被于副院长收为亲传弟子，果然不凡。圣品完美的金丹根基，以后只要不夭折的话，必可成为当世最强的那一批存在。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真是兴奋呐！喂，再打下去我可就不留情面了。千万别留情面，来，打死我！这是你自找的。老爷子，现在谁占据了上风啊？目前他们2人表现出来的实力难分伯仲。老子告诉你，如果实力没达到一定的层次，连当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的资格都没有。从今往后，努力修炼吧。他们真的是用元婴初期的修为在较量吗？
幸好啊，当初我出面了，没让那群臭小子去挑战陈清源，不然的话，那可太丢人了。这陈清源居然能够解开封印的圣子正面一战，当真是妖孽不凡呐！他也是圣品金丹的根基啊。倒也正常，长孙枫叶能被誉为北荒师杰之首，天赋自然不凡。放眼整个北荒，一个时代能够塑造出圣品金丹的妖孽，不会超过2掌之数。难道陈清源要输了吗？我感受得出来，这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桐树，道医学宫的乾坤纸，他才进入道医学宫多少年呢？乾坤万法，一指镇世，这可是上乘之术。道医学宫很多人哪怕修炼数千年，也难以窥探到真意。陈清源是怎么做到的？剑术一绝也就罢了，还精通上乘桐术，如今竟然还可施展出乾坤纸，此妖孽呀！不单单是乾坤纸的力量，还有剑术，以执法之道驾驭剑意，这小子是要逆天呐！他半只脚已经踏入了无剑之境，那可是诸多大成剑修都难以触及的剑道领域啊！再来！真正的妖孽不到生死危机时刻，绝不暴露出所有的底牌。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吗？喂，咱们之间的约定回合已经到了，该停手了。下次找个时间，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上一架。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一念间压制住禁术的法则，恢复原貌。长孙枫叶对禁术的掌控程度，怕是已经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境界了。切磋500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年轻人的时代啊！干什么呀？陈公子莫不是忘了什么？喏，还给你。这是承诺你的东西。谢了。不必谢。前几日见面，你说不喜欢饮酒，现在切磋已经结束，可否与我品茶一番？你这家伙太危险了，要是以前我肯定不同意，现在嘛，看在你出手大方的份上，那就陪你喝几杯酒。你不是不爱饮酒吗？上次是骗你的，记得带上点好点的酒来找我啊！我先走了。真性情，我喜欢。我不是那种意思，我只是很欣赏有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。不用向我解释，与我无关。喂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？喂什么喂啊？叫师兄。不叫，这里是宋家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总有回到道医学宫的时候吧？师兄。乖，真听话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乾坤纸了？原来是求教来了。赵长老没指点你吗？师父前段时间比较忙，没时间，而且师父说学宫内的道术多如牛毛，如果我没法自己入门的神通，那就毫无缘分，不必强求，转修他法。凡事讲究一个缘法，我就算是告诉了你怎么入门，你估计也很难修炼到一个高深的层次，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的。我想试试，拜托你了，师兄。你都求我了，身为师兄当然不能拒绝了。这是里面包含了我修炼的一些心得，不只是乾坤纸，还有很多道术。真的？谢谢师兄。我还是比较欣赏你那一副傲娇的模样。傲娇是吧？臭男人。师妹，咱说变脸就变脸吗？不给师兄一点反应的时间呢？缥缈宫的上等佳酿，尝一尝吧。下毒了吗？下了。刚才的切磋，你肯定还隐藏着不少的底牌。你难道不是？彼此。下次再战，希望能看到你全部的实力。那你等着吧，
这陈小子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实则隐藏颇深。要不是缥缈宫圣子出面，怕是连我等都看不破呀。虽然他另辟蹊径，才勉强触及到了无间之境，但也是自身的实力和天赋过硬。此事要是传到了那些剑道大能的耳中，估计会疯掉。此子如若不夭折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青宗的未来将要落到陈清源的肩膀上了。以他的这份天赋，他日必能重振青宗之位，扫平一切仇敌。哎，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小子明日要走了，老夫特来相送。不敢让前辈登门相送，若前辈有事，派人传话即可。不要搞得这么紧张，老夫只是过来与你聊聊天，没有别的企图。前辈真的没事情吩咐晚辈？没有，放心吧。真是的，你小子怎么这般谨慎呢？若是真的没有企图，您老何必大晚上的过来呢？瘆得慌。小子，那日你与长孙枫叶的切磋，应该不是你的真实战力吧？老夫对你没有什么歪心思，今夜过来与你一面，就是嘱咐你一句，如果在外面碰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且道医学宫不方便出面，他可来宋家。前辈，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宋家愿为你护道。这不可能啊！宋家立足于北荒多年，什么样的妖孽没有见过呀？犯不着这么拉下脸面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老朽与你师父是老朋友了，再加上你自身的天资，宋家没理由不与你拉近关系。原来如此，哈哈！日后若有困难，晚辈一定会来宋家求助，绝不含糊。哈哈哈！老夫就喜欢你这种直爽的性子，最主要是脸皮厚。有了宋家的护道，未来修行路岂不是更加平稳了？道医学宫、古族宋家、隐世不出的长庚剑仙，以及青宗的背景等等，这哪里是什么残酷无比的修道生活呀？这分明是仙二代历险记嘛！受欺负了便可回家摇人。小子，老夫之前的提议，你考虑了一下没有？请恕晚辈愚钝，不知前辈所说的是什么提议？成为老夫的孙女婿。哎，您老就别拿我打趣了嘛。哎，行吧。师兄，我陪着你一同回去，你高兴吗？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你变了，变得不像当初那么冷傲了，有些不习惯。我可以随时切换。算了，我心脏受不了。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知道了，吵死了。弟子有事禀报。有屁快放。师父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当年你骗我拜你为师的时候，多么的和蔼可亲，慈祥如父。现在才过了多少年，您老就暴露出来本来面目了。弟子见到了宋家的老族长，回来时他曾做出了一个承诺，宋家愿为弟子护道。哦，没别的事情你就走吧，别打扰为师休息。师父，到现在弟子也没有一件趁手的道器。想要什么兵器？暂时用剑吧。暂时？臭小子，你的剑道悟性很高，完全可以走上这条路。你这个暂时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没事提醒你一句，修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不可好高骛远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行了，为师不啰嗦了。你去剑道堂找古长老，那里放着很多的名剑，随便去挑一柄吧。是，多谢师父。滚吧，
没事别来烦为师。道医学宫分为主脉和6个支脉，剑堂便是支脉之一。古清风，剑堂的堂主，一个白胡子光头老者，平日里喜好穿着一件素衣，体内散发出的剑势极强，大成修士，无剑之境的顶尖剑修。晚辈陈清源拜见古长老。免礼。奉家师之命来剑堂取一柄适合弟子的宝剑。随老夫过来办。此乃剑山，凡我堂内弟子皆有一次机会踏上剑山，能否得到上品的宝剑，全凭自身的气运和实力。宝剑择主。古长老，那身顶好像有一个法阵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最上面放着7柄上品圣剑，用特殊的阵法将其封印，免得闹出风波。道医学宫的初代先祖造化无上，神通广大，一共锻造出了9柄堪称完美的圣品道剑。那还有2柄宝剑呢？太渊剑这个时代被院长掌控，秦商剑乃赵一川长老的佩剑，剩余7柄皆在山顶。说到这事儿，古清风便心有遗憾，他没能得到初代先祖的9剑认可，却还执掌着剑堂之主，倍感羞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当然，一人一剑，死后归还。可惜了。你先调息几日，待到精气神最佳之时，便踏上剑山吧。哼，好。嘿嘿嘿嘿，老果，喝酒吗？不喝。你觉得这小子能成功吗？应该能办。青宗的小家伙，你能走到哪一步呢？道医学宫的底蕴真是深不可测，随便拿出一把宝剑放到外面，都能引起不小的争端。这么好的苗子，怎么就被老于发现了呢？但愿陈小子得到先祖圣剑的认可。星虚剑放在下品圣剑中也是顶尖的层次了。此剑虽不凡，但还达不到陈清源的要求。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佩剑呀！该怎么做呢？试试看吧。成了，这是七星白绝剑。这小子真行啊！老于，你捡到宝了。他的未来不可限量。此子妖孽，当世谁能及他？这是七星白玉剑，初代先祖的佩剑，历经沧桑，灵韵已达世间极致。你若取走这柄剑，必是最好的选择。初代先祖的佩剑，难怪可以压得其他宝剑不敢抬头。师父，诸位长老，陈师之，能否让老夫细看此剑几眼？啊，自然可以。多谢。哎，师父，怎么了？你小子的命生得真好啊！运气而已。以后我要是拿着这把剑与人过招，会不会被某些大能给盯上，杀人越货呀？出门在外不可漏财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还没法真正驾驭七星白玉剑。若是随意暴露此剑，怕是会引来不小的麻烦。若是以元婴期的修为驾驭七星剑，估计抽干了体内灵气，也很难挥出一剑。师父，要不您老再给我来一柄趁手的佩剑，那样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。你小子真贪心啊！为师早就想到这一点了。此剑名为玉兰，平日里使用这柄剑吧。啊，多谢师父。行了行了，你可以滚蛋了。哎，好嘞。在下疑惑，前辈为何隐居于此？
缘分吧。年少时曾听闻剑仙大名，敬仰万分。那时候从未想过，此生有朝一日能与前辈同坐品茶。谬赞了，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子罢了。万年前，您与天地之道一战，虽败犹荣。也许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再战一次。一定有这机会的，只可惜我可能没法亲眼见证。你准备走上与仙贤同样的道路？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。青宗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天底下还有多少人记得青宗的恩情呢？其实我也不想走上这条路啊，可是我办不到。魔渊诞生之初，那些无辜百姓被魔念控制，相互啃食，互相残杀。那些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来得及看到世界的美景，变成了魔物的负重之物。这是青宗初代先祖的意志，一直传承到了今日。这种理念寻常人是不会懂的，可能会有无数人觉得青宗的先贤十分的愚蠢，却不知正是这些愚蠢的人才能让天下生灵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如果不是青宗历代先贤的坚持，现在的天下早已是一片黑土。扪心自问，我不如青宗的先辈，做不到这一步。若非青宗先辈的努力，估计我出生的时候就被魔族给吃了吧。哪有这个时代的长庚剑仙？去往魔渊之前，我会去地州各方势力走一走。你想报仇？报仇这种事还是让其他人来做吧。此行是为了收取保护费。保护费？这个可以有，而且还不能收少了。30万年的保护费当然不能少了，必须要让他们伤筋动骨。这还是跟我小师弟学的。要不我也交点保护费？前辈说笑了。前辈，如果玄经宗他日有难，还请您稍微照顾一下。一定。多谢前辈。青宗的传承之道当真玄妙莫测，没到100年的时间，他的实力便已到了这等地步，难以置信。传承之法犹如先祖灌顶，可以省去多年的苦修。这种道术也有着巨大的弊端，等到灌顶结束，一生修为止步，若无惊天造化不可提升。但凡能继承传承技艺之人，都是天赋极高之辈。灌顶之后，少说也有大成后期的修为。世上有多少人能够依靠自身的本事修炼到这一步呢？没想到青宗还有能人。道友请进。道友继承了传承，是幸事，也是悲事。这是宿命，不可推卸。道友此行是为了看一眼陈清源。是。这孩子正在闭关，到了关键的时候。啊，这样啊。要不我传音于他，让他暂时放下修行。不了，他有他的路要走，没必要强行换他出关。可是，没关系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再与小师弟相见。我家的小师弟就拜托道友了。道友放心即可。愿此生还能与道友再见，必以美酒相待，论道天下，一笑红尘。这30万年来，青宗耗尽了英雄气，他以长生之名，定非凡俗之辈啊！真想亲眼见见呐。有酒吗？有。希望他一帆风顺。师父，臭小子，看起来这数十年的闭关没有白费，成长了不少。都是师父教导有方。后面有何打算？待在学宫内继续修行，还有很多东西都没学会。
你小子难道想全学了不成？贪多嚼不烂，选几门与你有缘的道术，将其修至精通，不要好高骛远。弟子明白，可是弟子已经将所学道术精通了，道术精通了，只能学新的东西。什么？除了乾坤指，你还学会了什么？太上忘情录的初篇已经大成，中后篇没有修炼，这门心法若是全部学会，估计六亲不认，与我无异。谁让你去学太上忘情了？藏书阁这么多本书，我就随便看看。还好你小子知晓进退，没有继续练下去。这门道术极易走火入魔，身在红尘，哪有那么容易忘情啊？师父放心，弟子心里有数。还有吗？天华心经、赵阳心经、聚乾心经。短短数十年，你小子学会了这么多真经秘法？也不是很难，看2遍就会了。乾坤指目前只领悟了第一重境界，后面需要更高的修为才能修炼，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，还好这家伙是我的徒弟，要是其他人，掐死算了。不说这些了，前2年你的师兄来了一趟道一学宫，因为你处于闭关的关键时期，所以没能碰面。师兄？哪个师兄啊？玄清宗林长生。大师兄？他怎么来了道一学宫了？他想看看你，然后去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不可说，现在的你还没法知道，等你走到了那一步，自会明白。师父，我的大师兄会有危险吗？别想那么多，你现在照顾好自己就行。老韩出事儿了。师父，我有要事要出门，先走了。寒山，你可知罪？敢问前辈，我何罪之有？兄弟切磋，既然败了，那就坦坦荡荡的认输。为何要偷袭？另外，你与外人残害兄弟，险些酿成大祸，难道没有罪吗？他辱骂我母，诋毁我师，我只是让他闭嘴罢了。小何，可有此事？爹，绝无此事，孩儿只是想和大哥切磋一下，没别的意思。你们2人各有说法，我该信谁的呢？为了清白，我愿意接受搜魂，重现那一日的场景。大公子不必这么焦急，兄弟间发生摩擦很正常，用不着如此针锋相对。我跟他可不是兄弟，我没这个福分，也没这个资格。放肆！前辈若是要杀我，尽管动手。我寒山若是皱下眉头，便是畜生。所谓嫡子，不过是一个笑话。如此不知礼数，你的师父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们把我师父放了，有什么问题，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不可能，区化神境修士胆敢向我4圣宗的嫡系血脉出手，必须要严惩。若是将他放了，此事传了出去，4圣宗有何颜面？吾师若有恙，我如果不死，终其一生也要毁了4圣宗。大胆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当然知道。所以4圣宗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与我师一同杀了，斩草除根，这样才稳妥。你身上流的是4圣宗的血，4圣宗才是你的根，明白吗？哼！如果韩应阳真将寒山当成儿子，那么在寻到寒山的第一时间便会亲自来接，或是派遣亲信直接接到4圣宗。韩应阳的做法是什么呢？随便安排一点不重要的商会产业给寒山，让寒山先捣鼓着，根本没打算与寒山相见，毫不重视。关起来，让他反省几日。是，宗主。宗主，师父，都是弟子的错，韩定遭了这等罪。喂，帮个忙行不？
陈兄，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，你有什么事相求？可能要打架，去不？这等好事当然去了。四圣宗。哦，四圣宗哪里得罪你了？专程上门干架？事情紧急，路上再说吧。行，走吧。圣主，缥缈宫的圣子拜访，请进来吧。老韩，我来了。是我听错了吗？此人是谁？有些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你是何人？解开。小子，这里是四圣宗，安敢在此撒野？老子是道医学宫的陈清源，谁敢欺负我兄弟？老韩，具体说是什么情况？有我在，不用怕。陈兄，寒山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用简短的话语讲述着前些日子发生的一切。当寒山说到韩和辱骂母亲和师父的桥段时，紧咬着牙关，怒意难掩。你叫韩和，是吧？你这么喜欢打架，我来陪你打。怕了，没关系，我让你一只手。你要害怕的话，那我让你双手双脚。似你这样的废物也好意思欺负我家兄弟，但凡我兄弟从小有你这样的修行资源，一巴掌就能拍死你。陈清源，这里是四圣宗。我知道。你虽然是少年英杰，但也不能在四圣宗的大殿上口出狂言，如此无礼。无礼？你虽然是少年英杰，但也不能在四圣宗的大殿上口出狂言，如此无礼。无礼？圣主莫不是耳朵不好使啊？没有听到我兄弟刚才说的话？要是无礼，应该是四圣宗的二公子吧？辱人母亲，欺人恩师，这是四圣宗的礼数吗？据我所知，寒山的母亲是圣主的原配道侣吧？你的小儿子辱骂你的原配，你还要护着他，贵宗的礼数真是别具一格啊！我听说寒山的母亲曾是贵宗圣主的师姐，数百年前为了阁下争夺圣主这个位置生死道消，无论是从血脉情分还是从他母亲的贡献方面，寒山都不应该是这个待遇吧？据我所知，二公子与寒山的年龄相差不大，也就是说，阁下作为圣主之位以后，很快就另娶新欢了。原配身陨，重新娶妻倒是可以理解，速度稍微快了点也能接受。不过，你这么对待原配道侣给你生的儿子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四圣宗的家事，不劳烦陈公子操心。我与寒山乃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说明一点，你别想占老子的便宜，当我的长辈你可没这个资格啊！这什么狗屁家事儿，老子管了。四圣宗能奈我何？放肆！谁的胆子这么大？师父，你小子刚出门就惹事，能不能让为师省点心？师父，不是弟子要闹事儿，是四圣宗欺负人。若不是您老神威盖世，估计明年这个时候，您得给弟子上香了。道医学宫虽然不问红尘俗事，但门内弟子若受欺负，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四圣宗也就崛起了上万年，便觉得能与道医学宫万手万了吗？四圣宗绝无此意，最好没有，不然有很多势力可以替代四圣宗。本座的意思你懂吗？在下明白。师父，我第一次发现您如此英俊。只要合乎情理，没有触犯为人的底线，尽管去办，为师给你撑腰。如果四圣宗还想对弟子动手，那弟子该怎么办呢？同辈欺你，自己解决，为师不会过问。但若有人以大欺小，为师保证会为你出头，踏平四圣宗。有师父这句话，弟子便可安心。你到底想怎样？
带着我兄弟离开这里啊。依你便是。对了，还有兄弟的师傅。那人胆敢伤害我四圣宗的嫡系血脉，若是不严惩一番，岂不是以后谁都能效仿？看来圣主还是没有搞清楚情况啊。我可不是在与四圣宗商量，而是通知。若是四圣宗不愿意放过我兄弟的师傅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我便在四圣宗的山门口摆下擂台，挑战贵宗的所有同龄之人。你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我让你也体会一下这种被欺负的滋味。别人的事情我不管。你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我让你也体会一下这种被欺负的滋味。别人的事情我不管，可是我的兄弟，你不能欺辱。你，老韩，咱们去四圣宗的山门口摆擂台去。走。等等，来人，将于北庭带上来。师父，都是徒儿的错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为师无能啊，护不住你。明明人家于北庭和寒山师徒俩过着安逸的生活，愣是被四圣宗给逼到了这份上。如果四圣宗真想认回寒山，不可能用这么极端的手段，又当又立，令人作呕。寒山之母若在天有灵，怕是会将整个四圣宗给掀了。如此贤妻，韩阴阳真没资格配得上。药，给他，给前辈服用吧。四圣宗的这群老家伙，只要脑子没进水，不会在丹药上面动手脚的。小山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师父，待会儿弟子再向您慢慢解释。好，走吧。爸，陈兄，这次你算是将四圣宗给得罪死了。怕什么呀？天下势力诸多，总会得罪一些。四圣宗如此的羞辱老韩，以后等我自身的实力变强了，把那群老家伙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暴打一顿。有想法，我期待看到那一幕。这次多亏你帮忙了，不然我可没那么容易进入四圣宗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小事儿，我就给你带了一个路罢了。以后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管开口。可以。老韩，你师父还好吧？啊，已经没有大碍了。我师父让我向你道个谢，若非你出面解围，恐怕……嗨，咱俩是兄弟，别搞这一套虚的。你要是再这样生分的话，我可就生气了。行，我的问题，以后不这样客套了。嘿嘿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多谢这位公子。在下长孙枫叶，道友不必客气。咱们换个地方喝杯酒吧。可以，这盘棋我都要赢了，这家伙是不是故意的？柳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师叔，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师叔，小师叔，你为何在此？与两位朋友在此饮酒，你呢？我得了一些造化，一路寻到了这里。柳姑娘，没想到能在此地相遇，真是有缘啊。韩公子，这一眼就好似横跨了历史长河，从古至今绵延了无数年，长发似墨，声如黄莺，仅是一眼，长孙枫叶便沦陷了。如果我要找道侣的话，不论其容貌、地位、出身，只论缘分，一眼倾心。这年头哪有什么一见倾心，都是见色起意。在下长孙枫叶，见过姑娘。柳林染见过公子。敢问柳姑娘，古墓所在之地位于何处？万须山脉。哦，小师叔，要不你陪着我一起去吧？我懒得去。小师叔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师侄，你就忍心看着我孤身犯险吗？去，一定要去。陈兄，答应柳姑娘，你欠我的人情便算清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行吧，师叔就陪你走一趟。小师叔，你真好。
既然要去，那你还知道关于古墓的更多信息吗？据说古墓的主人乃是一位渡劫九境的大能，号称古泉，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。行，那过几日咱们就出发。我暂时住在城南，准备好了就来找小师叔。柳姑娘慢走。喂，你小子不对劲儿啊！怎么了？刚才你偷偷传音让我答应，有何居心？这个，老实交代，从轻处罚。万虚山脉的古墓，可能是我缥缈宫某位长辈的长眠之所。啥？那我等下告诉柳丫头此事，让她放弃进入古墓的念头。千万别！柳姑娘既然得到了古墓的位置，那就是与我缥缈宫有缘。她横跨无数星域而来，怎能白跑一趟？你们这么看着我做甚？疯子，你是不是看上我这位师侄了？疯子？我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呼了？刚给你取的外号，不要转移话题，老实点。不是吧？有时候缘分来的就是这么巧。这才第一次见面啊！一眼万年，你不会懂的。喂，你搞清楚情况。柳丫头是我的晚辈，你要是打她的主意，是不是得看一下我的脸色？师兄，你与柳姑娘关系甚好，肯定知道她的喜好以及过去的经历，要不你跟我讲一讲？现在知道巴结我了？咱们是好朋友，你肯定不会拒绝的吧？先叫声小师叔听一听。啊？哼，逗你的，你们俩八字都没一撇，叫我小师叔你还别不乐意，这事儿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福分。以后肯定有这福分。看在长孙枫叶态度诚恳的份上，陈庆元开始讲述起关于柳灵染的事情，从柳灵染入门开始，一直到成为玉如风的首席弟子。长孙枫叶听得十分仔细，生怕错过了任何的一个细节。陈庆元提到了寒山和柳灵染相亲的事情，长孙枫叶嘴角的笑容消失了，用极为锋利的眼神看着寒山，搞得寒山如坐针毡。别激动，他们俩没什么事儿，谁都看不上谁。韩兄，你看不上柳姑娘？韩兄，你看不上柳姑娘？这不是看不上，是没有缘分。韩兄，什么？我想与你切磋一下，不知可否？我拒绝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老陈，你不说两句啊？换个地方切磋，莫要毁了周围的建筑。对了，下手轻点。好，不关我事儿啊。仔细想一想，好像真和寒山没有太大关系。当初是陈清源想要忽悠一下寒山，这才让柳灵染和寒山假意相亲。陈兄，你不是喜欢我这柄剑吗？送给你。你舍得？给你，自然舍得。我现在不需要了。这万虚山脉的古墓是缥缈宫某位先祖的长眠地，咱们此行若是入内，不会有问题吗？不会有问题的，放心。那不是缥缈宫长辈的墓地吗？古泉长老曾是缥缈宫的上任内门长老，算辈分，我应该叫一声太师叔。他一生逍遥，追求缘分，在他死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死后之事，让圣地不可插手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缥缈宫尊重古泉长老的决定，没有主动探寻过他的作画之地。既然柳姑娘能够得到古泉长老的信物，那就是有缘，想必古泉长老泉下有知，也会十分开心，不会怪罪。为了泡妞，长孙枫叶不仅没有制止众人进入古墓，而且还打算相随，这是真孝啊！太师叔，为了子孙后辈的幸福，只能委屈你了。况且这是您自己要求的，如今柳姑娘拿着信物进入您的作画之地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疯子，你真行啊！你太师叔要是晓得有你这样的后辈，肯定会激动的从棺材里面爬出来。胡说八道！陈兄，我准备好了，柳姑娘什么时候过来？等着吧。小师叔，咱们出发吧。老凤，你注意点，待会儿别吓着柳姑娘了。走吧。小师叔，
那个长孙公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咋知道？刚才他一直盯着我，好像犯病似的。这样啊，别理他，他脑子不好使。这人没危险吧？没有犯病的话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如果他哪天病发了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千万别靠近。如此严重，真可怜。他这是从小就有的毛病，还是后天形成的？应该是后天导致的，修炼出了岔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痊愈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长孙什么？长孙枫叶。哦，柳姑娘这是在看我吗？是不是对我产生了好感了？我刚刚的姿势应该比较英俊吧？就是这里。疯子，确认里面没危险吧？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前2日，长孙枫叶让数名长老提前来到了万穴山脉，将所有的危险禁制全部清除，全是为了柳灵然。挖自家太师叔的目的也就罢了，还让长辈过来清理掉危险的东西。长孙枫叶确实是太孝顺了。小师叔，他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？他有着特殊的神通，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小师叔，真要有啥麻烦，你可别丢下我不管啊。放心好了，不会出事的。哎，如此诡异，不会暗藏杀机吧？你这丫头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我这叫做谨慎。这是真的吗？长孙枫叶，你过分了啊！小师叔，咱们是不是进入幻境了？应该不是幻境，这是属于你的机缘，去拿吧。小师叔，你们也过来拿呀。不必了，这是你的个人造化，我们不能拿。这不太好吧？那个丫头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拿走，你用不着挑挑选选。这是古泉前辈生前留下的东西，我若取走以后，后面的有缘人岂不是空手而归？而且过于贪心，肯定会冒犯了古泉前辈。这处秘境存世已经很多年了，不可能有其他的有缘人了，你就是唯一。如果你不将此地的机缘全部取走，那就是浪费了。有道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小师叔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机缘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要是柳丫头少了一根头发，别给我翻脸不认人。陈兄不必担忧，我怎么可能让柳姑娘遭遇危险呢？没事吧？没有。柳灵然很信任陈清源，将暗门内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里面是一处小型的灵泉，一股柔和的法则力量覆盖到了柳灵然身上，与灵泉有了特殊的联系，柳灵然便被灵泉洗涤，实力上涨，天赋上升。小师叔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缥缈宫的信物。疯子，你太过分了啊！挖墙角挖到玄清宗头上了，这家伙肯定是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一旦让柳灵染去了缥缈宫，以后长孙枫叶不就能天天见着他了？不关我事啊。你看我信吗？估计古泉前辈曾经留下的信物，有缘者得到以后，便能成为缥缈宫的弟子。继续编。小师叔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缥缈宫听说过吗？当然知道啦，那可是人灵心域的顶尖圣地，据说有不少的大臣存在坐镇。凭借此物，能成为缥缈宫的真传弟子。这么厉害啊！丫头，你心动了？心动什么？我可不是那种趋炎附势之辈，只是诧异罢了。这个信物再好，也与我无关，扔了吧。扔了？丫头，你认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又不可能背叛宗门，留着这玩意儿没用啊。如果把这东西带出去了，说不定还会惹得一身骚，不如扔掉，省得麻烦。丫头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丫头，你刚得到了造化，赶紧闭关，稳固根基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劳烦小师叔了。
老凤，你居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想将柳丫头挖到缥缈宫，真当我不存在吗？哪里是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？成为缥缈宫的真传弟子，又不会委屈了柳姑娘。她是我玄清宗的弟子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，你同样是玄清宗的弟子，不也拜入了道医学宫的门下吗？我的情况不同，道医学宫地位超然，从不插手北荒势力之间的争斗，任何的势力天骄只要有缘，皆可进入学宫。如果柳丫头真与缥缈宫扯上了关系，以后缥缈宫与玄清宗为敌，你让她如何选择？不管她站在哪一边，都会落得一个骂名。若是两不相帮，世人便说她无情无义。这一点，你有没有想过？缥缈宫与玄清宗相距甚远，不可能产生利益冲突，怎会为敌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按照你所言的情况，其实很好解决。怎么解决？你在做梦吗？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。去你丫的！哼，这种事情不可强求，一切看在你俩的缘分。如果柳丫头对你无感，你可不能纠缠，不然我一定要揍你。陈兄放心好了，以我的英俊容貌和出身背景，肯定能让柳姑娘倾心的。闭嘴闭嘴！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如此自恋呢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唉，你这话啥意思呀？哎，不要大动肝火，我就实话实说，不信你可以问问韩兄。老陈，你的英俊是一个事实，并非自恋。至于老风嘛，虽然不差，但是比起你来还是差那么一丢丢。柳姑娘，小师叔，长孙公子刚才的眼神有些吓人，是不是犯病了？差不多吧，尽量离他远点，别受了伤害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老韩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因为陈清源的出面，寒山虽然暂时不被四圣宗骚扰，但是他身上始终流着四圣宗的血液，以后肯定还是要独自面对各种困境，有些事情外人是插不了手的。留在这里吧。若留下的话，你可能要面临很多麻烦。想好了吗？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我会帮助韩兄的，这一点不必担忧。拜托你了。不客气，迟早都会是一家人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丫头，你此行颇丰，留在人灵仙域过于危险，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也有这个打算。别呀，入狱危险，自有在下处理。谢谢长孙公子，你我非亲非故，不必劳烦。打住，你小子就是最大的危险。陈兄，我这个人难道你不了解吗？不可能对柳姑娘做什么非分之举。这种事情得看缘分，你不能逼得太紧了，容易适得其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慢慢来，不必着急。看来长孙公子真是病得不轻啊。哎，别看了，人都走远了。韩兄，你不会懂的。哼，那你慢慢看吧，我先走了。我要出门历练一段时间，圣子之事暂且交给众位长老处理，至于归期，我也不知。圣子啊，你此刻离开是想做什么呀？追求灵魂上的归属。就是前几日的那个姑娘？是。过段时间就是百脉盛宴了，你现在离开，一旦错过，对你和对圣地都是莫大的损失。师父，对徒儿来说，百脉盛宴虽然重要，但远不及灵魂上的追求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您老这么着急把我换回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。你可知北荒时节的真正意图？意图？以时节之名，让北荒天骄共争锋，磨砺道心，促进修行。这是其一，还有最重要的东西，请师父解惑。天下五州分为地州、北荒、西疆、南域、东土，一州之下囊括无数星域，亿万星辰。地州乃是当世核心之处，
资源丰富，强者远胜其他疆域。约莫30万年前，地州出现了一个古老的秘境，百脉盛宴，万年一次。但凡有资格参加的人，都可得到更进一步的机会。师父，我一直都很疑惑，为何我是一个例外？道医学宫应试不出太久了，是时候出去争一争了。所以，我是道医学宫入试的一颗棋子。怎么，心里不舒服？怎么可能啊？就算是一颗棋子，那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。你小子就是心大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不是道医学宫的棋子，而是学生。是，师父。因为有他，道医学宫才打算入试。真要说起来，陈清源不是棋子，道医学宫才是。那么，这盘棋的执棋人是谁呢？天渊的那位吗？还是消失了5000年的院长？又或是另有其人？你知道古塔的来历吗？据说是初代院长带回来的。没错。那你猜猜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莫非是百脉盛宴的那处古老秘境？正是如此。当年地州的众多势力把持着秘境，可还是被年轻时候的初代院长寻到了机会，进入其中。而后他老人家镇压了地州全部妖孽，得到了许多珍宝。时间到了，所有人被迫离开秘境，先祖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围剿。好在先祖手段通天，历经9死1生，逃过了追杀，一直来到了北荒。根据学宫的史书记载，先祖道术大成，修为登临巅峰，再次杀向了地州。那一战，先祖压得无数势力喘不过气来，逼得他们立下道心誓言，这才准许各州天骄前往秘境，演变成了如今的百脉盛宴。不是说地州面对其他州域的压迫才做出的让步吗？要是没有先祖，各州势力如同一盘散沙，哪有胆子向盘踞于地州无数年的古宗圣地发起挑战？百脉盛宴，你必须参加。是。这段时间你可以好好休息。弟子知道了。百脉盛宴可能会暴露身份，但这是必须要走的路，不可躲避。这条路为师会尽量为你铺好，最终能走到哪一步，得看你自身的造化了。东土的佛门，北荒的道医学宫和古族宋家，以及地州的某些势力都站在了青宗这边，这一切少不了于琛然的推波助澜。既为你师，那就要做到师父应尽的责任。清源，为师相信你能改变天下局势，重新洗牌。青宗受到的委屈当由你来抚平，丢失的尊严当由你来寻回。也不知院长身在何处，一切是否顺利？非常人也。见过赵长老。不必多礼，回去休息几日，后面还有事情等着你呢。是。当真是妖孽啊！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护他走到顶端，道医学宫与有荣焉。这条路没那么好走，我等能做的就是尽量挡住扑打而来的巨浪，一些小风小浪还是得由他自己去解决。我看好他，就像当年看好你一样。相同的年龄，他比我要强很多。百脉盛宴乃是万年一次的盛事，北荒师姐有着参加的资格。为了给予当世天骄一个机会，现任师姐必须要接受北荒同龄人的挑战，不可拒绝，让真正的妖孽登临大势的舞台，不因背景出身而被埋没。师父的意思是，
让弟子出去打架？差不多吧。凡失节之人已经得到了传音，需在各地摆下擂台，不可怯战。弟子该怎么做？约战同辈，静待时机。是。别丢了为师的脸。您老放心，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。行了，你可以滚出去了。嘿嘿，黑哥，我来看你了。老弟，我想死你了。下次回来也不知道啥时候去了。今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东西，能让你坚持一段时间。还是老弟对我好。哥，你是不是又想强行破开结界，身上多了一些新伤啊？多尝试几次，才能寻到破解之法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我肯定能恢复自由。那我提前恭喜老哥了。咱们之间有个约定，带我出去之后，你得带我吃遍天下美食。一定。老弟，碰到解决不了的事儿，保命为上。待哥哥我出去以后，全都给你摆平了。行。陈师兄，我听说了百脉盛宴之事，特来为师兄送行。多谢师妹。此行危险，师兄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老于啊，这步棋下的是否有些快了？时不我待呀。虽然这是一步险棋，但却是最好的选择。这百脉盛宴确实不能错过了。此去地州，他的来历若是暴露，恐有性命之危啊。我自有布局，无需多虑。哦，如此便好。百脉盛宴开启，我宋家竟无可前往之人。宋家的年轻一辈，除了宋宁烟以外，没一人可以称得上是天骄。贵为古族之首的宋家，竟然培养不出一代新人，传出去真是一个笑话。要不让宁烟去与他？他现在成为了道一学宫的弟子，按理来说不可沾染俗事。听说陈清源准备参加百脉盛宴，道一学宫这是破了先例。宋家女子不掌权，若此次让宁烟代表宋家前往，诸位要想清楚后面该如何处理。这错过百脉盛宴，宋家以后与其他古族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。祖训记载，女子不可掌权，那是害怕落了家族的根基。现在是男儿不争气，改变一下策略也未尝不可。诸位以为如何？就当这次是一次考验，倘若宁烟能够在百脉盛宴上大放异彩，为家族长脸，那么咱们稍微修改一下祖训，给他一次掌权的机会又何妨呢？有一个问题啊，道一学宫会不会准许啊？荒唐！宁烟乃是我宋家之人，道一学宫有何理由不许？宁烟现在是赵一川的亲传弟子，如果赵一川不点头，这事还真不好办。老家主，这事儿交给老夫去办办。有老族长出面，肯定不用担忧了。林道友，客气。何事上门？这个有话快讲。百脉盛宴即将开启，宋家打算让宋宁烟参加。据我所知，宋家女子不掌权，若让宋宁烟前去，无功而返也就罢了，若得了造化，为家族获利扬名，宋家当如何处理呢？宁烟如果为家族争利，自当褒奖。宋家祖训可改？顺势而为，不得不改。宋宁烟不仅是宋家之人，而且还是我道一学宫的弟子。按照学宫的规矩，门下弟子不可参加世俗之争。陈清源为何可以？道一学宫行事，用不着向宋家禀报吧？
你要是不答应，老夫就赖在道一学宫不走了。哎呀，说是就说是，你咋还耍起无赖了呢？你若不同意的话，老夫没脸回去，不如一直待在这里恶心死你。当初是你要将宋丫头塞到道一学宫的，看在咱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同意了。现在你又要让宋丫头破坏道一学宫的规矩，哼，你有些过分了啊！嘿嘿，老于，再给老兄弟一个面子吧。一共欠我几个人情了？这次你要是同意，那就是2个人情，以后必还。哎，行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了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宋家的新生代，没想到只能靠一个女子，盛极而衰呀。本来宋家还想用着资源堆出几个天骄，可惜全部失败了。爷爷，我真能前往地州吗？道一学宫没有阻止。你也不看看爷爷是谁，亲自跑到道一学宫来接你，学宫当然得给这个面子了。爷爷真厉害。那是。在孙女面前吹个牛皮不过分吧？看看合不合你的意。还不错。此去地州少说也得上100年才能回来，唉，100年不能与柳姑娘相见，真是难啊。能不能别这么多愁善感啊？陈清源是真服了。我的性情你不会懂的。哥，原来你在这里。忽然一个身材强壮的素衣女子大步走了过来，她便是缥缈宫的圣女，亦是北荒10杰之一的长孙茜。回来了，情况如何？不太好。长孙茜的脸色较为忧愁，她之前去了许久，一直跟着吴君言，只是可惜与吴君言的相处很不融洽。这位是陈公子？嗯。听说你与吴君言的关系极好，能不能帮个忙？什么忙？此去地州路上肯定有很多的风险，让吴君言随我缥缈宫一同前去，相互之间有个照应，安全得到保障。这是好事儿，圣女可以自己去说吧。如果是我提出来，他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这个我不太方便去说。不是陈清源不肯帮忙，而是吴君言对长孙茜没那方面的意思，没必要强行撮合。而且这事儿不好办，很容易被吴君言记恨上。喏，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只要你去说一声，不管成与不成，这些都归你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！我这就去联系老吴，能否成功揭开缘分？有劳陈公子了。蹭船还有钱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咱不是贪钱，咱这是勤俭持家，为了生计迫不得已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暗害兄弟，而是为了兄弟的安全着想。此行艰险，有着缥缈宫的照应，肯定能省了许多的麻烦。老吴，寻我作甚？百脉盛宴之事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知道。路途遥远，一同前往吧。说清楚。缥缈圣地的战船十分坚固，且有不少长老随行护道。我与圣子长孙枫叶乃是朋友，多载你一个也无妨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不去。哎呀，别这样啊！北荒与地州之间有着无边无际的混乱星海，你拿什么跨越过去啊？即便是有着2周的传送阵，也是在特定时间才会开启，所需灵石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用不着你操心。咱们是兄弟，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我知道你是因为缥缈圣女的缘故，所以才拒绝得如此干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乘船期间圣女绝对不会骚扰你。你的保证有用吗？似吴君言这般重承诺之人，天下少有。他不讨厌长孙茜的容貌，因为世间再美的女子，在他眼中皆是一具枯骨。也正是他初见长孙茜的那一双平淡的眼神，让长孙茜深深沦陷，无法自拔。不瞒你说，圣女给了我一些资源，让我来说服你一同去往地州。其实我并不看重资源，而是在乎你的安全问题。百脉盛宴极为严重，你若是没有按时抵达，或是路上碰到什么麻烦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咱们兄弟结伴而行，日夜相处，圣女哪有机会打扰到你啊？
再者，你可以闭关修炼，遮眼之时便已抵达地州。老吴，眼光放得长远一些，因为心中的一丝不适而耽误了百脉盛宴，不值当啊。再相信你一次。行。陈清源不想愧对了长孙倩的嘱托，也不愿意让吴君言遭遇危险，必须要全力的相劝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受了委屈。吴公子，圣女，老吴愿意与咱们同往地州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不能打扰他的清修。这是自然。如此便好。这次多谢陈公子了。嗨，小事儿。圣女，恕我直言，你怕对老吴是不怎么了解的吧？何出此言？老吴这个人性格孤僻，在他心里估计也就只有我能称得上朋友。即便是朋友，当初因为我2次错过了与他的约战，也险些产生了误会。他最注重承诺，将其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。上次你与老吴有约而战，却未能履行约定，肯定让老吴对你心生厌恶。如果圣女想改变自身在老吴心里的形象，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，一旦许下，无论如何都要完成。看在长孙健出手大方的份上，陈清源打算多说几句。这样吗？想要拉近与老吴的关系，从现在做起，不要去打扰他。你们能够相遇，那就是有缘。至于能否有结果，还需要小心经营，不可触犯了各自的底线。多谢陈公子提醒。经过陈清源这么一说，长孙健大致知晓该怎么做了，发自肺腑的道谢。丫头，这次你要是能在百脉盛宴中闯出名头，很多事情都好办了。女儿一定努力。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一定要把握住了。不过，若是遇到不可解决的难题，莫要逞强，保命为上。作为父亲，宋修峰当然希望宋宁烟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可是身为族长，他必须要坚守族中的规矩。如果宋宁烟有了一番成就，女子不掌权，这规矩也可以稍微改动一下，让全族之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弟弟放心，女儿肯定能活着回来，不会丢了宋家的脸面。去吧。真羡慕妍姐姐啊！哼，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臭小子，滚回去好好修炼。正所谓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缥缈宫家大业大，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了。寻常之人连活命都是一个问题，别提行乐了。该你落子了。来了，回去休息了。这小子，每次我要赢了就找各种借口，真是赖皮。不过，我喜欢。老陈，此去地州参加盛宴，你只有一个任务，护住陈清源施主。是，师父。以前的百脉盛宴，东土基本上不会参加。这次你孤身前往，想必会碰上不少的麻烦，需要你自行处理，也算是一种磨砺吧。多年来，东土佛门一直守在原地，不愿招惹是非。现在，老和尚打破了以往的规矩，决定让佛门改变一下。既然选择了沾染青宗这份因果，那就没有回避的理由。是。不入红尘，谈何看破红尘呐？此行艰辛，平安归来。大争之势，谁能立于同辈顶峰？百脉盛宴，这必是一场惊动天下的盛事，各界天骄齐聚一堂，那是何等的璀璨之景！百脉盛宴的具体方位，乃是云斗星域的百辰星。地州的势力错综复杂，强者无数，为了不引起麻烦，咱们要谨慎前行，不可闯到了某些圣地古宗的疆域。前面就是百辰星了，我感知到了不少强者的气息，其中几股甚至比吴族老祖还要强大。百脉盛宴之争，但愿顺利，还有7年才会开启，你们可以调整一下心态，莫要过于紧张。我等明白。天下群雄汇聚于此，如此盛世，万年难得一见呐！谢老头，
过来喝杯酒啊！老万，你居然愿意为后辈子孙护道，当真是稀奇呀！哎，此次争锋，吴族的这几个小家伙怕是没什么戏了，能来见见世面就不错了。西疆18脉古宗圣门，立于西疆数十万年而不朽，底蕴深厚，强者无数。很强吗？每一脉的实力都不弱于缥缈宫。西疆的18脉圣门十分团结，若遇危险一致对外，不像北荒各自为主，勾心斗角。18脉天骄参加盛宴，定会结伴而行，不易对付。如此说来，西疆之人确实不好为敌啊。天府山庄赵清平见过诸位道友，百脉盛宴尚未开启，为了打发时间，在下想讨教一下同辈道友的能耐，不知谁敢出战呢？地州九域36宗位列一流，天府山庄便是36宗之一。赵清平天赋极高，放在天府山庄也排得上号。各州修士沉默，并不想做这个出头鸟。诸位，莫不是这般胆小啊？素闻北荒出人杰，哪位道友敢与在下切磋一番呢？哼，北荒竟然无一人敢战。自古以来，北荒人杰辈出，这句话不知从何处而来，也许是在下听错了吧。陈兄，你不出手？切，一个跳梁小丑而已，认真可就输了。地州此举是想试试咱们北荒青年一辈的深浅，等到百脉盛宴开启之后，也可以做出相应的防备。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矛头指到咱们北荒了，要是不出战的话，面子上可过不去了。长孙倩冷哼了一声，很想提着他的长斧直接劈了远处叫嚣的赵清平。面子哼，能当饭吃吗？等等，此人是谁？程子秋，一个很可怕的新人。当初北荒十劫百类，邀战同辈，他在100招之内击败某位十劫天骄，以此扬名。100招败敌，那确实不简单呢。常子秋是新上位的十劫，出身贫寒，北荒诸多势力向其伸出了橄榄枝，他随便选择了一方势力，从而顺利地来到了地州。你要战，那便战，报上名来。若你能接得住我10刀，我便告诉你。此子非凡，莫不是北荒年轻一辈的最强者？不知他与刀尊一战，孰胜孰败啊？乃尊乃是冥河圣教的圣子，除了那些人以外，谁能是他的对手？退下！这般能耐便敢大放厥词，当真是可笑。此人肯定还藏着不少的底牌，深不可测呀。他很强，我估计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位兄弟敢与天府山庄叫板，胆子真大呀！年轻一辈的争锋，只要自身实力足够，有何可惧？这次天府山庄丢了不少的脸面，等到后面进入了古之秘境，肯定会寻到机会找回场子。经此一战，常子秋算是彻底扬名了，被各州势力的天骄记在了心里，不敢小觑。终于到了，还好没有迟到。道友从何而来？如何称呼？小僧道尘，自东土天虚寺而来。这东土已有很多年不参加百脉盛宴了，今朝而来，定有深意呀。天虚寺，东土佛门的圣庙，我观这个小和尚佛心纯净，体有佛文护体，多半是这个时代的东土佛子。一直以来，佛门不曾理会过东土之外的事情，今朝派了一名弟子过来参加百脉盛宴，肯定有所图谋，不得不防啊。老陈，听说东土来了一个和尚，怪有趣的。东土的和尚，消息属实吗？当然属实了，那和尚一人前来，好像没有护道者随行。
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我还不知，出去看看吧。走。小和尚，姐姐看你模样不错，要不要来姐姐屋内品杯茶水呀？让不少青年俊杰听到后心神荡漾，无法自拔。小僧福伯与姑娘无缘，缘分二字缥缈虚无。小和尚，你怎知道与姐姐无缘呢？阿弥陀佛。小和尚，别急着走啊，与姐姐们玩一玩如何？莫不是姐姐不够漂亮，入不了小和尚的眼？百脉盛宴尚未开启，不要急着离去啊！各方势力的年轻俊杰看着道尘被众多的貌美女子围住了，口干舌燥，双眼欲穿。姐姐，我可以。这个和尚不解风情，我能行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想让佛门出丑，故意如此。东土佛门和南域梨花宫有仇吗？说来听听。我也是偶然听一位长辈谈起，据说在很多年前，东土出了一个天赋极高的和尚，同辈之中难寻对手。那个和尚，长孙枫叶开始讲述着一段尘封了多年的因果往事。经过长孙枫叶的讲述，陈清源等人谱然大悟。佛门住持居然与梨花宫圣主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离谱！当真？吴君言很难想象到佛门住持会动了凡心，因为他从未尝试过那样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世间女子皆枯骨，哪怕衣着进去，也难以让其内心产生丝毫的波动。千真万确，老一辈欠的债，小一辈来偿还。唉，没意思。算了。众女玩累了，不想继续戏耍道尘和尚了。不管他们怎么诱惑，甚至施展了幻术，也难以让道尘和尚内心出现一丝波动。佛子，百脉盛宴，小僧能否随陈施主同行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各界天骄，小僧只认识陈施主一人。道尘不好说明这是住持交代的事，想了一个合适的借口。只要佛子愿意，当然可以了。多谢施主。据传最近地州冒出了一个狠人，自称长生道人，将很多的顶尖圣地打了个遍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即便地州各宗有意遮掩，可事情闹得太大，根本遮掩不住。上林观损失最为惨重，战死了数名核心长老，而且还拿那个长生道人没有一点办法，任其离去。这等大能，世间罕见呐！关于长生道人的话题，众人没有聊多久。毕竟这种层次的人物，距离年轻一辈实在太过遥远了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传闻冻离剑派的剑子天生剑心，50年前于雪山之巅悟道，一剑斩雪9000里，已是半步无剑之境，精血剑意至今未散呐。来之前，我买了一本书册，里面记录了很多的地州天骄，我好像看到过有关冻离剑子的记载。其名江巡，一把3尺剑乱了无数同辈剑修的道心呐。蓬莱山庄的苏星云，听说是个疯子，咱们要是不小心碰上了，一定有多远走多远啊。疯子？有多疯啊？听说蓬莱山庄差点将其逐出师门，要不是他师父力保，下场肯定凄惨。不过此人虽然疯癫，但实力可是碾压地州无数同辈啊。据我打探得知啊，这人也是一名剑修，可能与冻离剑子也不遑多让呢。有人的地方就有钱赚，北荒众多修士手中的书册便是有心人所著，专门卖给地州之外的势力，价格不菲。书籍的内容有真有假，难以考证。他们呢？秘境诡异，长孙施主等人可能被送往了另外的地方。他们能耐不俗，用不着我担忧。凡是入内之人，皆被秘境法则随机传送到各个角落。运气较好的天骄，可能刚落地便遇到了极大的机缘。估计是被传送到了极为危险的地带。哎呀，可惜了。遍地灵草，发财了。
陈施主，前面好像有人。有10余人正在细细地研究着，想要打开一个缺口，从而得到镇内的宝物。七彩琉璃灯，一件可以蕴养灵魂的宝物，闭关修炼的辅助之物，十分珍贵。别过去了，没必要自找麻烦。谁？东西不错，我收下了。你是何人？哼，苏星云。你是蓬莱山庄的苏星云？取走了七彩琉璃灯，苏星云对南域这些修士不感兴趣，望向了陈清源所在的方位。他发现我们了。此人很强，地州妖孽，不可小觑。他若敢对陈施主不利，小僧可以为他超度。咱们走吧。出来吧。和尚怎么称呼？道尘。东土已有很多次没有参加百脉盛宴了，这次是为何？无可奉告。据说你是东土佛门的佛子，那么实力肯定很强，想不想与我切磋一下？小僧没这个兴趣。啊？佛子莫不是怕了？随施主怎么说。真是无趣。小子，我观你气质不俗，又能与东土佛子并肩而行，叫什么名字啊？问别人名讳的时候，先自报家门，这点礼数阁下都不懂吗？哦，在下蓬莱山庄苏星云，你呢？北荒陈清源。陈清源，我记住你了。我也记住你了。化神境的修为，通过刚才苏星云一剑斩破阵法的能耐，陈清源可以推测出这一点。不愧是地州的妖孽，修为果然要碾压北荒一头。北荒10劫，目前真正踏进化神境的人，估计只有被誉为第1的长孙枫叶。他很幸运。什么？刚才陈施主与他对话之时，他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杀意，好在他没出手，不然……欲言又止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出家人怎么能起杀心呢？罪过罪过呀！来之前，老和尚便交代了道尘和尚一句话：杀了欲要杀陈清源的人，不是罪孽，而是功德。如果真的出手杀了人，那他肯定会免费为死去的人送上一曲往生咒。佛子，咱是出家人，以和为贵。杀一人而救万民，纵然是罪孽，小僧也愿意背负。走，也不知需要走多久才能出去。2种极端，佛子，你觉得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既然参加了百脉盛宴，那么便没有退缩和胆怯的道理。师兄，你也在这里啊？道友是宋姑娘的师兄啊，不知如何称呼啊？这谁啊？一个凡人的纹样。前段时间不小心碰到了此人，一直被紧随着，甩都甩不掉。他看上你了？哼，这个家伙眼光不怎么样啊。说正事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你清楚吗？前几日冰川之地发生了极强的法则波动，吸引了周围的很多天骄。我等到来之时，并看到了山洞被一股残留的法则力量吸入了进来。根据很多人的推测，这里可能是远古时代某位强者的修道之所。哦，蓝衣青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。刚才看在宋宁烟的面子上，他放低了姿态向陈清源打招呼，谁知陈清源没有理会自己。在下是蓬莱山庄的蓬莱，道友如何称呼？我跟你不熟，用不着客套。你一脸不要脸的家伙，在下愿与你结交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蓬莱山庄的核心弟子都是你这个鸟样吗？放肆！你再敢多言一句对蓬莱山庄的坏话，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那个和尚莫不是东土的佛子？应该没错。东土佛子怎么会在此啊？许多道目光暗暗审视着道尘和尚，传音交流。对于众人的注视，道尘并不在意，站在原地低眉默念着佛经。师妹，
这人的眼光不行，脑子也不好使，你觉得对不对啊？对。陈清源，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嘿嘿，师妹莫要生气。宋姑娘，莫要为了我而动怒啊！宋宁烟满脸怒意地呵斥陈清源一句，让冯来会错了意，以为宋宁烟是在为他说话，甚是感动。有你什么事儿？滚蛋！你苏师兄，你谁啊？我是四长老座下的弟子，名为冯来。哼，陈清源是吧？咱们又见面了啊，真巧。确实巧。今天我心情非常不错，要不要坐下来喝一杯啊？苏星远这疯子，千万不要招惹他。据我所知，数十年前蓬莱圣子不小心惹了他，被他追杀了数日，受了不轻的伤，连自己人都能下狠手，更别提外人了。他这人确实奇怪，有时候可以做上百日的善事，不杀一人，有时候又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屠戮四方，尸横遍野。听说你是一个变态。说的没错。苏师兄今日的脾性也太好了，居然没有动手杀了他。千万不要被苏星云的表面给欺骗了，他今日能与你饮酒畅聊，可能明日就会要了你的性命。喜怒无常，性格怪异，若非苏星云天赋极高，肯定活不到今天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情况跟你差不多，不过我朋友最起码可以控制住自己。哦，有机会介绍给我认识一下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你从北荒而来，出自哪个势力？为何要告诉你？有道理。当然了，你真想知道的话也可以，拿出点诚意来。爱财？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，有的人好色，有的人好赌，有的人喜欢滥杀无辜。我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有何不可？要多少？那得看阁下的诚意了，毕竟诚意这种东西不好定价呀。够了吗？苏师兄，莫要被这个家伙给骗了。我做事轮得到你指点吗？轮不到。勉强够了吧。你可以说了。道医学宫。听说过，北荒最可怕的势力，神秘莫测，底蕴深厚。据我所知，道医学宫好像从不参与世间纷争，这次怎会例外？无可奉告。有意思。